钟声在教堂顶端回荡。弗洛拉站在礼堂中央，身着洁白的婚纱，双手紧握着捧花，低垂着眼帘。两名贵妇人展开折扇，遮住嘴角，低声私语。那个女孩真的是佩达尼亚王国的公主吗？长相平平无奇，到处都能见到这种脸。宾客席间的男人们交头接耳，伸出手指点着，看啊，她在发抖。这种女人真的要成为我们诺德维恩帝国的皇后吗？这只是为了让佩达尼亚知道谁才是主宰。你说的对，她最多1周就会被赶走。弗洛拉紧抿着双唇，如果只是被赶走，那反而是我的幸运。弗洛拉睁大双眼注视着前方，因为我的结婚对象是，那是用尸山血海筑起王座的男人，一个暴君。弗洛拉侧过脸，望向礼堂内窃窃私语的宾客，听说他为了扫清障碍，甚至不惜杀害自己的亲族。弗洛拉用力收紧指尖，指关节深深陷入花束中。像我这样的人处理起来只会更容易。弗洛拉闭上双眼，深吸一口气。如果想要多活1天，我必须走对每一步棋。陛下还没到吗？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是有什么急事耽搁了吗？弗洛拉提着沉重的裙摆，微微弯下腰，高跟鞋磨得脚后跟好痛。卡尔坐在宾客席间身体前，急事，他只是单纯不想来罢了。佩达尼亚王国吞下了自尊心，才把他们的公主送过来。卡尔摊开双手，发出一声冷笑，受到这种待遇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卡尔伯爵，你担心的太多了。弗洛拉猛地转过头，额角渗出一滴冷汗，沉重的脚步声在礼堂回响，黑色披风随着步伐摆动。如果佩达尼亚再次吵闹，那就让他们重新屈服。还是说，卡尔伯爵，你认为我没有这种能力？阿德尔按住腰间的剑柄，眼神冰冷地扫视前方。弗洛拉屏住呼吸，瞳孔因恐惧而颤抖。礼堂内瞬间陷入死寂，宾客们纷纷低下头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卡尔脸色惨白，额头布满汗珠。不，绝对没有那种事。陛下的威严众所周知。卡尔伸出手指指向远处的弗洛拉，甚至连佩达尼亚王国都不得不献出自己的公主作为人质。阿德尔迈开脚步，径直走向礼堂前方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避开那道锐利的视线，陷入了沉默。阿德尔停在弗洛拉身旁，看向前方的神父。开始吧。神父翻开手中的圣经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。首先，在2位结为夫妻的这一刻，让我们向神致以谢意，愿你们2位能共同度过充满爱与幸福的永恒时光。弗洛拉低着头，任由发丝遮住脸庞。我只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质。几天前的佩达尼亚王国，2名女仆凑在一起窃窃私语。王后为什么要选一个替身？万一那个暴君发现了怎么办？另一名女仆压低声音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难道你指望我们送出真正的公主吗？反正她只是个孤儿，现在是她报答王后养育之恩的时候了。你觉得那个女孩能在那边活多久？如果她拼命努力的话，大概能活3天。听说她如果不每天杀人，就无法感到满足。弗洛拉紧紧闭上双眼，睫毛在颤抖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充满爱与幸福的日子。神父的声音打破了回忆，请交换戒指。阿德尔伸出手，从丝绒托盘上拿起戒指。他侧过身看向身旁的弗洛拉，神父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那个弗洛拉公主。”弗洛拉猛地回过神，肩膀微微一颤。是。阿德尔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指尖捏着一枚戒指，冷冷地注视着他。手。弗洛拉急忙回应：“好的。”阿德尔捏住戒指的一端，将其推入弗洛拉的指尖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注视着那枚滑入指根的金属。他甚至不愿碰到我的手。神父站在2人面前，轻声咳嗽了一下。弗洛拉伸出颤抖的手指，从托盘中拿起另一枚戒指。戒指从指尖滑落，掉在柔软的丝绒垫子上。弗洛拉睁大双眼，注视着那枚滚落的戒指。怎么办？拿不起来。阿德尔伸出手，将那枚戒指重新拾起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呼：“哎！”阿德尔捏着戒指，动作利落地将其戴在自己的指根。神父清了清嗓子，打破了凝固的气氛。那么接下来是誓约之吻。吻。弗洛拉猛地抬起头，睁大双眼注视着神父，指尖不自觉地抓紧了捧花。神父微笑着点头：“是的，这是婚礼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。”阿德尔侧过身，低头俯视着身旁的弗洛拉。弗洛拉慌乱地摆动双手，脸上浮现出尴尬的红晕。“陛下，请不要勉强自己。”弗洛拉愣在原地，看着阿德尔逐渐靠近的脸庞，心跳漏了一拍。弗洛拉紧紧闭上双眼，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托住弗洛拉的手背。“哎！”弗洛拉睁开一只眼睛，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阿德尔单膝跪地，执起弗洛拉的手，低下头，在他的手背上落下一吻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注视着阿德尔的动作，陷入了沉默。神父张开双臂，向台下的宾客示意：“各位，请献上热烈的掌声。”阿德尔转过身，径直走向礼堂大门。弗洛拉注视着他的背影，他这就走了吗？弗洛拉垂下眼帘，发出一声轻叹：“好吧，我应该庆幸自己没有被当场杀掉。”阿德尔走出礼堂，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抵住唇部，那个女人的味道。阿德尔停下脚步，指尖摩挲着唇角，眼神变得深邃。弗洛拉独自站在空旷的礼堂，注视着阿德尔离去的背影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夜色降临，寝宫的浴池升腾起阵阵水汽。弗洛拉将身体浸入水中，只露出双眼，任由发丝在水面散开，指尖轻轻敲击着雕花木门。门外传来侍女的声音：“陛下。”弗洛拉猛地直起身子，神色慌张地望向门口：“请进。”侍女推开门走入房间，手中托着整洁的衣物。“我会把您的睡袍放在床上。”弗洛拉侧过头轻声回应着：“非常感谢。”侍女放下睡袍，这种香味是香薰精油吗？
侍女拿起木梳，准备为弗洛拉打理长发。弗洛拉急忙摆动双手，脸上泛起局促的红晕。我自己来就好，没关系的。我以前从未被人这样服侍过，感觉好奇怪。侍女愣在原地，惊讶地睁大双眼。这样可以吗？弗洛拉微微侧过脸，避开对方的视线。是的，请先去休息吧。侍女弯腰行礼，随后转身走出浴室，轻轻关上了房门。空荡的寝宫内，巨大的双人床静静伫立。弗洛拉站在穿衣镜前，注视着镜中的自己。这件睡裙，弗洛拉拎起轻薄的蕾丝裙摆，指尖微微颤抖，是不是太暴露了？侍女临走前的话语在耳边回响，祝您度过一个甜蜜的初夜。弗洛拉赤脚踩在厚实的地毯上，脚后跟留着被高跟鞋磨出的红痕。既然是新婚之夜，陛下今晚应该会过来吧？必须留下一个好印象才行。弗洛拉转过身，走向那张华丽宽大的床榻。窗外传来阵阵雷声，沉闷的轰鸣在夜空中回荡。弗洛拉伸出手指尖，陷进柔软的床单里，好软啊！只是稍微躺一下的话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弗洛拉顺势倒在床上，发丝在枕头上散开。哇，这比我以前睡过的任何地方都要舒服。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侍女正穿过长廊走向寝宫的大门。弗洛拉猛地坐起身，望向紧闭的房门。刚才那是脚步声吗？弗洛拉双手交叠在身前，注视着空荡荡的门口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失落。原来不是陛下。1个小时后，弗洛拉依然坐在床边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看来他今晚不会过来了。弗洛拉站起身，走向房间一角的梳妆台。弗洛拉伸出手，解开首饰盒上的丝绸缎带，注视着静静躺在盒中的蕾丝手帕。我应该把这个送给陛下吗？镜中的弗洛拉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头戴璀璨的皇冠，眼神中却充满了不安。你在害怕吗？王后凑近弗洛拉的耳畔，声音低沉而冰冷。弗洛拉攥紧了裙摆。是的，我听说诺德维恩的皇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。王后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，抬起头来。你将作为佩达尼亚的公主前往诺德维恩，成为那里的皇后。但是弗洛拉垂下眼帘，声音细若蚊鸣。大家都说这场婚约和献祭生命没有区别。王后伸出食指抵住弗洛拉的唇瓣，别说这种蠢话。作为战败国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送出公主作为人质。王后俯下身，双手捧起弗洛拉的脸庞。你的姐姐卧病在床，我是怀着破碎的心将你送走的。佩达尼亚王国的存亡，全都系于你一人之手。王后凑近弗洛拉的耳畔，嘴角挂着冰冷的笑意。你能完成使命的，对吧？弗洛拉感受着下颌传来的力道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是的，回忆的残影逐渐消散。弗洛拉独自站在寝宫中，双手紧紧抱着那只首饰盒，以送新婚礼物的名义去见他。弗洛拉伸出手，从首饰盒中拿起那块蕾丝手帕，这样应该不会显得奇怪吧？空旷的长廊寂静无声，月光透过高耸的拱窗洒在地面，留下一片冷冽的清灰。弗洛拉赤脚走在木质地板上，身上披着一件薄如蝉翼的浅紫色外袍。这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到处都黑漆漆的。陛下的房间是往这边走吗？弗洛拉停在一扇厚重的木门前，门楣上悬挂着书房的标识，透出一股肃穆的气息。一阵冷风猛然袭来，原本摆放在高处的石膏像坠落在地，瞬间崩裂成无数灰白的碎片。要在哪里？阿德尔猛地挥动手臂，将桌面上的杂物悉数扫落，玻璃瓶撞击地面，碎裂声在空旷的房间回荡。阿德尔踉跄着后退，皮靴踩过散落一地的纸张，呼吸变得愈发粗重。到底在哪？阿德尔撞在巨大的窗台边，单手撑住额头，身体因痛苦而剧烈颤抖。该死，太吵了！阿德尔发出一声低吼，双手死死扣住头颅，指尖陷进黑发深处。滚出去！幻象如潮水般涌现，鲜血般的红雾在四周蔓延，无数枯骨从阴影中爬出，缠绕在阿德尔脚下。为什么要杀人？杀人凶手，过来吧，到这里来！骷髅张开空洞的下颚，发出令人胆寒的呼唤。去死吧！枯骨的手爪死死扣住阿德尔的颈部，将他拖入血色的深渊。阿德尔猛地睁开双眼，瞳孔因极度的恐惧而震颤，冷汗顺着鬓角滑落。请问，有人在那里吗？血色的雾气在瞬间凝固，随后如碎裂的镜面般崩塌。阿德尔站在一片纯白的光芒中，注视着四周升腾的花雨。原本紧绷的身体逐渐放松，花朵在脚下绽放，芬芳的气息驱散了死亡的阴霾。阿德尔抬起头望向花海的尽头，一名红发少女站在金色的花丛中，怀中抱着一束盛开的小雏菊，正隔着遥远的距离注视着他。少女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阿德尔，德弗尼亚。阿德尔轻声呢喃着，神情恍惚地望向前方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白色衬衫松散地敞开。弗洛拉赤脚走进书房，脚尖踩过散落一地的纸张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弗洛拉环顾四周，地面上到处是破碎的瓶罐和书籍。请问有人在吗？弗洛拉攥紧手中的蕾丝手帕，神色紧张地望向房间深处。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声音。弗洛拉走到敞开的窗前，是因为风吹进来才把东西弄乱了吗？他正准备伸手将其合拢。等一下！弗洛拉猛地回过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惊愕。哎！一只宽大的手掌突然伸出，死死扣住弗洛拉纤细的腰肢，将其向后拽去。弗洛拉发出一声惊叫，重重地撞进一个宽阔的胸膛。阿德尔闭上双眼，深深吸入他颈间的气息，这股味道好安心。阿德尔的手掌猛然收紧，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，死死扣住弗洛拉的腹部。弗洛拉惊恐地睁大双眼，瞳孔因极度震惊而颤抖。哎！弗洛
拉僵直着身体，双手无措地抓着自己的衣襟。是谁？弗洛拉微微侧过头。陛下。阿德尔俯下身，将脸埋入弗洛拉的颈间。弗洛拉被一只手紧扣住下颌，被迫扬起脸庞。等一下，难道我要被杀掉了吗？阿德尔从身后将弗洛拉整个人圈入怀中，宽大的手掌死死捂住她的口鼻。弗洛拉急促地喘息着，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破碎的声音：“陛下，我好害怕。”弗洛拉双眼紧闭，身体无力地向后仰去，靠在男人的臂弯中。阿德尔垂下眼帘，注视着怀中的女人。弗洛拉面色潮红，长发凌乱地散落在肩头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阿德尔收紧手臂，佩达尼亚的公主。月光穿过窗棂，在木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。阿德尔横抱起弗洛拉，大步走向房间深处。他将弗洛拉安置在宽大的床铺上，站在床边俯瞰着陷入昏睡的女人。我竟然把这个女人错认成了德芙妮亚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德芙妮亚在1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弗洛拉躺在宽大的床铺上，在睡梦中不安的挣扎，发出细微的呢喃：“不要。”阿德尔侧过头注视着他，他想让我留下来陪他吗？弗洛拉紧闭双眼，眉头因痛苦而紧锁，双手死死抓紧被褥。请不要杀我！弗洛拉猛地伸出手，紧紧攥住男人的手腕。阿德尔沉默地垂下眼帘，凝视着被他抓住的手。放开我！他明明在害怕的发抖，为什么要来找我？阿德尔任由他抓着自己的手臂，他坐在床沿，静静地看着弗洛拉逐渐平复呼吸。弗洛拉的呼吸变得均匀，抓着男人的手也渐渐松开，陷入了沉睡中。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挑起弗洛拉的一缕长发，又是这种味道，在婚礼上也闻到过类似的气息。阿德尔凝视着指尖的发丝，目光变得深沉而迷离。他俯下身，凑近躺在床上的弗洛拉。阿德尔伸出手臂，将弗洛拉整个人环绕在身下。他将脸埋入弗洛拉的颈窝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阿德尔猛地睁开双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愕。他迅速直起身子，坐在床边，抬起手遮住自己的口鼻。我到底在干什么？阿德尔神色复杂地回过头，注视着依然在熟睡的弗洛拉。是因为这种香气吗？薇希拉开厚重的窗帘，阳光瞬间洒满房间。弗洛拉缓缓睁开眼，望着华丽的天花板。这里是我的房间。弗洛拉揉着凌乱的长发，一脸困惑。等等，我昨晚不是去陛下的寝宫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难道说那一切真的只是个梦？不可能，昨晚他的手确实掐住了我的脖子，那种感觉太真实了。弗洛拉抬起手，指尖轻轻触碰自己的颈间，那种冰冷的触感绝对不是梦。弗洛拉惊恐地瞪大双眼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真的会杀掉我的吧？也许那真的只是个梦。薇希凑到床边，轻声呼唤着：“早上好，公主殿下。”弗洛拉缓缓转动眼珠：“那个，薇希，你在这里待了多久？”薇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如实回答：“从昨晚开始就在了，是陛下亲自把您送回房间的。”弗洛拉惊愕地掀开被子，猛地站起身：“陛下亲自把我送回来的？你整晚都在这里吗？”薇希双手捧在胸前，一脸陶醉地回忆着：“是的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陛下抱着您进来的时候，动作真的好温柔，那画面简直太浪漫了。他竟然抱着我！”弗洛拉猛地僵住身体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薇希用力点头，大声肯定着：“是的。”弗洛拉整个人瘫倒在床上，灵魂仿佛从口中飘出，所以那真的不是梦。薇希惊慌失措地扑到床边，公主殿下！阳光洒进书房，高大的书架整齐排列，塞西尔站在桌边，手中端着托盘。为什么不叫我呢？看看这些伤口。阿德尔赤裸着上身坐在桌前，塞西尔正用镊子为他处理伤口。阿德尔微微侧过脸，注视着盒中的宝石。你觉得这颗宝石怎么样？塞西尔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向那盒璀璨的珠宝，非常漂亮，是送给伊芙琳小姐的礼物吗？阿德尔垂下眼帘，语气平静地回答：“不是给皇后的。”塞西尔露出温和的笑意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想皇后殿下一定会喜欢的。”阿德尔脑海中浮现出弗洛拉的模样，这宝石的颜色和他的眼睛一模一样。阿德尔站起身，随手披上白色的衬衫，稍后把这些送到他的房间。还有一件事，去查清楚他平时用的是哪种熏香，或者是哪种香水。弗洛拉坐在梳妆镜前，任由薇希为自己打理长发。我竟然在初夜晕倒了，还被那样抱了回来，而且我竟然一点都不记得了。弗洛拉微微垂下眼帘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薇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从侧面探出头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那个，您不喜欢这个发型吗？”弗洛拉猛地回过神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啊，什么？”弗洛拉注视着镜中的自己，双手不自觉地交叠在胸前。这真的是我吗？薇希误解了他的沉默，慌忙摆着手道歉：“万分抱歉，我马上为您重新梳理。”弗洛拉急忙摆动双手，安抚着惊慌的女仆：“不，我很喜欢，你真的很有天赋。”薇希双眼放光，兴奋地捧住脸颊：“真的吗？能得到您的夸奖，真是太荣幸了。”薇希猛地向前跨出一步，紧紧抓起弗洛拉的手：“从现在起，我要让您的魅力在今晚彻底绽放。”弗洛拉愣在原地，任由对方握着自己的手。“我的魅力？可是我……”薇希闭上双眼，神情陶醉地感叹着：“殿下，您比任何人都要美丽。”如果薇希发现我只是个替身的话，她垂下眼帘，眼神中流露出一抹忧郁。她一定会对我感到失望吧？薇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注视着弗洛拉忧郁的神色：“你有什么心事吗？”她低下头，将手轻轻放在胸口。独自一人嫁到异国他乡，一定很寂寞吧？但我真心希望您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能感到幸福。他凑近弗洛拉，露出温柔的微笑：“如果您愿意的话，请把我当成朋友。”
任何事情都可以对我倾诉。弗洛拉愣住了，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女仆朋友，她的表情看起来是那么温柔。其实关于昨晚的事，弗洛拉垂下眼帘，向薇希讲述了昨晚的经过。事情就是这样。薇希站在一旁静静聆听，神情变得有些凝重。弗洛拉低头注视着自己的双手，语气中透着不安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当时有多害怕。这种恐惧敢争一点点将我吞噬。薇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眉头微蹙。这里的仆人们还没习惯皇后的存在，所以没人提醒您，陛下偶尔会陷入那种失控的状态。我绝不能让皇后殿下再次经历那种痛苦。薇希抬起头，快步走到弗洛拉面前，语气坚定地安慰着：“陛下绝不会因为您的恐惧而生气。”弗洛拉抬起头，有些迟疑地看着他。薇希闭上双眼，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笑意：“陛下之所以能将卢德温治理得如此强大，正是因为他深知恐惧的力量。”他睁开眼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他不会讨厌害怕自己的人，更不会因此惩罚谁。弗洛拉愣愣地看着薇希：“是这样吗？”薇希用力点头，大声回答道：“是的。”他转过身，轻快地走向门口。我去为您取一些搭配这套衣服的首饰。弗洛拉站在原地，注视着薇希离去的背影。他大概是在努力安慰我吧。他是一个早已习惯被恐惧和排斥的人。每个人都渴望被爱，但我昨晚却没能忍住推开了他。阴暗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，人群在阴影中窃窃私语，指指点点。皇后是个怪物，为什么要接纳那种野兽一样的女人？离她远点，靠近她会被诅咒的。弗洛拉痛苦地低下头，双手死死捂住耳朵。不，我不是怪物。他缓缓抬起头，神情落寞地抚摸着胸口。陛下一定也感到很孤独吧？薇希急匆匆地跑回房间，双手合十放在胸前，满脸歉意地哭诉着：“万分抱歉，我没能找到合适的首饰来搭配您的礼服。”弗洛拉转过头，露出温柔的微笑：“没关系的，就算没有首饰，我也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漂亮了。”一只手轻轻扣响房门：“打扰了，我是塞西尔。”薇希惊恐地瞪大双眼：“天哪，是陛下的亲信医生？难道他是为了昨晚的事来问罪的吗？”弗洛拉站起身，神情有些局促：“那就请他进来吧。”薇希快步上前打开房门，塞西尔抱着一个长方形的木盒，礼貌地站在门口。塞西尔微微躬身，行礼语气温和：“看来昨晚陛下让您受惊了，为此我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一次正式的身体检查。”塞西尔接着说道：“还有这个。”他缓缓打开手中的木盒，发出一声轻响：“这是陛下送给您的礼物。”红色的丝绒衬垫上整齐摆放着一套璀璨的蓝宝石首饰，项链与耳坠在光线下流转着深邃的光芒。弗洛拉愣愣地看着那些宝石：“给我的礼物是他送的？”薇希惊喜地凑上前，双手托住首饰盒，发出一声赞叹：“天哪，这和您的礼服简直是绝配！”弗洛拉注视着盒中璀璨的蓝宝石：“陛下还说了别的吗？”塞西尔微微侧过脸，神情温和：“是的。”他垂下眼帘，眼神闪过一丝惊艳。弗洛拉屏住呼吸，双手不自觉地交叠在胸前，紧张地等待着回答。塞西尔抬起头，嘴角带着一抹浅笑：“陛下说他希望您能喜欢这颗宝石，因为它的颜色和您的眼睛一模一样。”弗洛拉愣在原地，双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“太好了，看来陛下并没有在生气。”塞西尔注视着弗洛拉与女仆交谈的背影。塞西尔抬起右手，神情变得有些困惑。果然如我所料，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息。塞西尔独自走在空旷的走廊上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塞西尔！”塞西尔停下脚步，侧过头看向身后，眼神中透出一丝警觉。伊芙琳手中握着一把折扇，缓步走近。塞西尔转过身，将手贴在胸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，伊芙琳小姐。你刚从皇后殿下的寝宫出来，对吗？”塞西尔微微欠身，语气平静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正奉陛下之命为殿下进行身体检查。”伊芙琳转过身看向窗外的景色，眼神中透出一丝探究：“能让阿德尔如此费心，难道是皇后殿下身体不适吗？”塞西尔跟在身后轻声解释着：“不，这只是根据与佩达尼亚王国的条约所进行的例行检查而已。”伊芙琳用折扇遮住嘴角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：“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辛苦你了，阿德尔身边能有你这样能干的人，真是他的福气。”伊芙琳伸出折扇，轻轻抵住塞西尔的胸口：“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。”塞西尔微微欠身。书房内阳光静谧，高大的书架整齐排列，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的气息。阿德尔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正专注地审阅文件。塞西尔站在桌前，神情肃穆。阿德尔握着钢笔，在纸上流畅地书写。“那是真的吗？”塞西尔垂下眼帘，语气平稳地回答：“是的，皇后殿下并没有使用任何熏香或香水，这意味着那种香气是她身上自带的体香。”阿德尔停下手中的笔，脑海中浮现出穿着婚纱的弗洛拉。“那是她自带的体香吗？”“陛下，皇后说想见您，她提到想亲手送您一件礼物。”阿德尔靠在椅背上，用手托住下巴。“昨晚才因为恐惧而晕倒，现在竟然说想见我。”塞西尔微微垂下眼帘：“我也很意外。他说想报答您的礼物。”塞西尔神情变得严肃：“她是佩达尼亚的公主，如果她打算以任何方式伤害您……”阿德尔微微侧过脸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：“那不是更有趣吗？”阿德尔脑海中浮现出弗洛拉惊恐的模样，她那副纤弱的身体究竟能对我做什么？弗洛拉站在穿衣镜前，薇希正为她整理浅蓝色的礼服。薇希双手捧在脸颊边，发自内心的赞叹着：“天哪，您看起来真是太美了。”弗洛拉低头审视着身上的装扮，提着裙摆有些局促：“这会不会太华丽了？”
薇希站在他身后耐心地解释着：“既然您要和陛下共进午餐，这样的打扮非常合适。”弗洛拉抬起手轻触颈间的项链，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安。即便发生了昨晚那样的事，我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答应见我。薇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关切地注视着弗洛拉：“您还在害怕陛下吗？”弗洛拉垂下眼帘，手指轻轻摩挲着胸前的项链，倒也不是害怕。我收到了那么昂贵的礼物，却无法回赠同等价值的东西，这让我很不安。薇希双手捧着一只精致的木盒，比起价格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您亲手缝制的手帕，陛下一定会喜欢的。弗洛拉看着那块手帕，神色依旧有些迟疑，但这会不会太简陋了？薇希头顶仿佛亮起了一道光，我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薇希凑到弗洛拉耳边，神情兴奋地低声耳语。弗洛拉惊讶地微微张开嘴，原来如此。如果午餐迟到了，陛下会不会生气？薇希摆了摆手，露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完全没关系。陛下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，他经常错过饭点，就算您迟到一会儿，他也不会介意的。餐厅内，长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，餐具整齐地摆放着。阿德尔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塞西尔站在餐桌左侧，埃隆身披盔甲，守在右侧。阿德尔用手撑着脸颊，眼神中透出一丝不耐烦。餐厅离那里并不远，他到底在磨蹭什么？塞西尔微微欠身，轻声安抚着女仆，说他已经在路上了。皇后，陛下身体娇弱，我想他只是在路上耽搁了时间。他大概是因为害怕我，所以才在犹豫吧。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，侍从的声音在店内回荡。皇后，陛下驾到。阿德尔微微侧过头，目光扫向门口的方向。弗洛拉站在空旷的大殿中央，双手紧紧交叠在身后，微微低头行礼，向您致意，陛下。弗洛拉抬起头，脸颊泛起红晕，露出欣喜的微笑。愿帝国的荣耀与您同在，陛下。阿德尔愣在原地，注视着眼前的景象。塞西尔和埃隆也露出惊讶的神色。弗洛拉依旧维持着笑容，内心却有些局促。为什么大家都愣住了？我的问候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阿德尔回过神，我听说你有东西要给我。弗洛拉露出灿烂的笑容，眼神中充满期待。是的。阿德尔紧锁眉头，目光阴沉地注视着前方，指尖抵住下颚，发出一声冷哼。弗洛拉缩起肩膀，神情变得有些局促。那个……阿德尔闭上双眼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拿过来吧。弗洛拉迈开脚步，走向长餐桌的另一端。埃隆按住腰间的剑柄，眼神犀利地注视着弗洛拉，神情愈发严肃。弗洛拉停下脚步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。阿德尔眉头紧锁，眼神中透着审视。你到底准备了什么？弗洛拉身体微微颤抖，声音断断续续。我怎么办？紧张的说不出话来。弗洛拉紧闭上双眼，睫毛剧烈颤动。他快步走到餐桌旁，将怀中的花束递到阿德尔面前。这些是我从花园里摘的花，还有一条亲手做的手帕。弗洛拉低着头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原本打算昨晚送给您的，但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。阿德尔注视着眼前的花束，陷入了沉默。我知道这些东西远比不上您送给我的珠宝，趁现在这个机会，我必须全部说出来。但我没时间去准备更合适的礼物了。阿德尔微微一愣，注视着弗洛拉的脸庞。埃隆松了口气，收回佩剑。塞西尔抬手遮住半张脸，指缝间透出复杂的目光，肩膀轻微抖动。弗洛拉抱着花束凑上前，脸颊泛着红晕，眼神中满是期待。您愿意接受我的礼物吗？昨晚他都没有杀我，也许我们真的能好好相处。阿德尔垂下眼帘，注视着怀中的花朵。已经到了花园里鲜花盛开的季节了吗？弗洛拉点点头，是的，它们开得很漂亮。您还没去看过吧？阿德尔移开视线，语气平淡。我确实没有那个时间。薇希告诉我，因为诺德维恩位于北方，所以春天非常短暂。我知道您很忙，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……弗洛拉紧抱着花束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您愿意和我一起去赏花吗？阿德尔猛地睁大双眼，注视着眼前的景象。德芙妮亚抱着粉色的花束，嘴角挂着灿烂的笑意，发丝在微风中轻轻晃动。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在半空中微微一顿。他注视着弗洛拉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女仆们鱼贯而入，将精致的餐盘摆放在桌上。弗洛拉停下手中的动作。陛下，您刚才是不是笑了？或许是我的错觉。阿德尔垂下眼帘，听说佩达尼亚气候温暖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，你应该已经看腻了吧？弗洛拉愣在原地，发出轻微的惊叹。阿德尔抬起视线，注视着他的眼睛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想和我一起看花吗？弗洛拉微微睁大双眼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当然了，只要是陪在陛下身边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愿意。阿德尔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转瞬即逝的弧度。我明白了，等我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弗洛拉愣愣地注视着他，刚才他绝对是笑了吧？不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侍者揭开银色的餐盖，露出精致的甜点，请享用吧。弗洛拉看着满桌华丽的食物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发出由衷的感叹：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托塔站在餐桌旁，微微躬身行礼：很荣幸见到您，我是托塔·洛伦茨，现任帝国总厨师长。今天能为皇后陛下准备餐点，是我的荣幸。托塔注视着桌上的甜点，语气中带着自豪：今天我特意准备了诺德维恩的传统料理。弗洛拉拿起银色汤勺，注视着面前精致的甜点：谢谢你，我会好好享用的。弗洛拉张开嘴，吃下一小块甜点。托塔紧张地攥紧双拳，身后的2名女仆也屏住呼吸，不安地注视着皇后的反应。弗洛拉细细咀嚼着，嘴角微微鼓起。阿德尔举起酒杯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杯壁，侧过头注视着身旁的女人。
弗洛拉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双手握着汤勺，真好吃。托塔和女仆们瞬间松了一口气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采，围在弗洛拉身边。阿德尔抿了一口红酒，眼神变得深沉。就在刚才，如果他从篮子里拿出哪怕一件危险物品，他就会被当场斩杀。阿德尔放下酒杯，注视着正与厨师谈笑风生的弗洛拉。然而现在他竟然能露出如此放松的表情，甚至在和厨师聊天。阿德尔摇晃着手中的酒杯，他是出乎意料的胆大，还是迟钝到根本没发现埃隆拔了剑？弗洛拉猛地回过神，视线从餐盘移向身旁的男人。糟糕，光顾着吃了，这种时候应该由我先开口说话吧。弗洛拉放下餐具，有些局促地看向阿德尔。陛下，托塔端着一个小圆盘冲了过来，打断了弗洛拉的话语。皇后陛下，请务必尝尝最后这道甜点。弗洛拉转过头，有些惊讶地看着厨师手中的托盘。托塔将一盘粉红色的果冻递到面前，这是诺德维恩的传统果冻，为了做出这个形状，我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完善。弗洛拉拿起汤勺，轻轻触碰那块富有弹性的果冻，果冻在盘中微微晃动。阿德尔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幕。弗洛拉舀起一小块果冻送入碗中，这种味道。记忆中的红发女性微笑着，手中同样拿着盛有红色果冻的汤勺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眼眶渐渐湿润，泪水在眼底不停打转。托塔猛地瞪大双眼，神色惊恐地看着流泪的弗洛拉。托塔迅速弯下腰，声音颤抖着道歉：“万分抱歉，我早该想到诺德维恩的传统口味可能不适合来自异国的皇后陛下。”弗洛拉慌忙摆动双手：“不是那样的，是因为太好吃了，我才感动地流下眼泪。”托塔紧紧攥着围裙，眼眶泛红，神情激动地注视着前方。能得到您如此高的评价，真是我至高无上的荣幸。弗洛拉含着汤勺，眼角余光偷偷观察着身旁的男人，要不要再试着和他搭话？他肯定更喜欢安静吧。弗洛拉缩起肩膀，垂下视线，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。弗洛拉红着脸，小口吃着甜点。阿德尔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抱胸，神情阴沉地盯着前方。塞西尔站在不远处，抬手按住额头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说实话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难道那2个人打算一辈子都这样相处吗？塞西尔迈开脚步，请恕我冒昧，皇后陛下，您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陛下说？弗洛拉停下手中的汤勺，有些惊讶地抬起头。哎，塞西尔真是帮了大忙。弗洛拉握紧汤勺，指尖轻轻戳弄着盘中的果冻。那个，我在想餐后要不要一起去露台看风景。弗洛拉有些局促地摆着手。不过陛下肯定公务繁忙，请不用在意我的提议。陛下今天的行程并不算沉重。塞西尔转头看向窗外，阳光洒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与喷泉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2位不如去花园散散步如何？阿德尔沉默片刻，举起酒杯，抿了一口红酒。既然我的副官都这么说了。阿德尔放下酒杯，杯底与桌面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阿德尔站起身，向弗洛拉伸出一只手：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？”弗洛拉愣在座位上，注视着那只伸向自己的手，脸颊泛起明显的红晕。弗洛拉站起身，任由阿德尔牵住自己的手：“那是我的荣幸。”阳光洒在皇宫的花园里，喷泉水花四溅，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一只手握着园艺剪刀，清脆地剪下一只盛开的花朵。伊芙琳站在花丛中，手中拿着刚修剪好的花，神情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一名女仆急匆匆地跑向伊芙琳，凑到她耳边低语。伊芙琳露出欣喜的笑容：“真的吗？阿德尔竟然会来看花。”阿德尔迈着长腿走在前方，弗洛拉提着裙摆紧随其后，2人在花园的小径上拉开了距离。阿德尔穿着黑色长靴，步伐稳健而迅速，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弗洛拉踩着高跟鞋吃力地小跑着，裙摆随着动作剧烈晃动。弗洛拉气喘吁吁地追赶着，他走得实在太快了，我根本跟不上，我的腿真的好痛。阴影笼罩了视线，一名神情冷酷的女性长辈现身，手中紧握着粗长的教鞭。忍耐是一种美德，再稍微坚持一下。弗洛拉闭上双眼，眉头因痛苦而紧锁。弗洛拉注视着前方高大的背影。阿德尔突然停下脚步，侧过身回头望去。弗洛拉猛地一惊，脸上写满了局促不安。弗洛拉小跑着赶到他面前：“陛下！”阿德尔垂下眼帘，视线落在他微微发颤的双腿上。弗洛拉抬起头，脸上挤出一抹略显僵硬的微笑：“万分抱歉，是我走得太慢了，我们继续走吧。”阿德尔发出一声轻哼，转过身继续迈开脚步。弗洛拉低着头跟在后方。陛下的脚步变慢了，他是在配合我的速度吗？弗洛拉脸颊泛起红晕，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。或许他比传闻中要温柔得多，希望以后也能像现在这样一起出来看花。2人的脚步在草坪上交替起伏，裙摆与长裤偶尔轻微擦碰。阿德尔，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。伊芙琳挎着装满黄色花朵的篮子，高高举起一只手，用力地挥动着。伊芙琳停下脚步，注视着眼前的2人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阿德尔。伊芙琳猛地意识到失礼，神色变得慌张。糟糕，又忘记了，阿德尔现在已经是皇帝陛下。陛下，祝您身体安康，向陛下问安。伊芙琳提起裙摆，深深行了一礼，愿帝国的荣耀与陛下同在。阿德尔神情冷峻，俯视着行礼的伊芙琳。够了，抬起头吧。弗洛拉静静注视着眼前的女子，这位女性一定有着非常高贵的出身。伊芙琳停下脚步，您是？弗洛拉愣在原地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那个，伊芙琳快步走上前，握住他的手腕，神色变得兴奋。您就是佩达尼亚王国的弗洛拉公主吧？
弗洛拉露出温和的微笑，轻声回应着：“是的。”伊芙琳闭上眼，嘴角挂着优雅的笑意：“我是伊芙琳，格拉斯克公爵的女儿。”果然如我所料。伊芙琳侧过头，看向弗洛拉身旁的阿德尔：“我和陛下是一起长大的。”阿德尔皱起眉头，语气冷淡的纠正：“伊芙琳，你应该称呼她为皇后陛下。”弗洛拉显得有些慌乱，连连摆手示意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并不介意。”伊芙琳亲昵地挽住弗洛拉的手臂，发出一声感叹：“您真是太善良了，一点也不像陛下那样严厉。”伊芙琳的目光落在弗洛拉颈间，那条镶嵌着宝石的项链闪烁着光芒。伊芙琳凑近弗洛拉的脸庞，眼神中透出一丝探究：“这条项链真漂亮，是陛下送给您的礼物吗？”弗洛拉轻轻点头，神情显得有些羞涩。“是的。”伊芙琳抱着装满鲜花的篮子，闭上眼，感叹着：“哎呀，真是令人安心。看来陛下对您非常温柔。”伊芙琳抬起手指尖，轻轻拂过脸颊，神色中带着一丝委屈：“您知道吗？他对我总是那么冷淡。”阿德尔站在两人身后，神情变得愈发阴沉。“伊芙琳，你打算这种无聊的闲聊持续到什么时候？”伊芙琳缩了缩脖子，露出一抹调皮的笑意：“看吧，他又生气了。”弗洛拉用手掩住嘴唇，发出一声轻笑：“你们两位看起来真的很亲密。”弗洛拉侧过头注视着身旁的阿德尔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这样和陛下开玩笑。弗洛拉张开嘴，神情有些迟疑。“那个，其实……”伊芙琳快步走到阿德尔身旁，伸手轻触他的手臂。“陛下，您不是很忙吗？无论我邀请您散步多少次，您一次都没有来过。难道说您是故意对我这么冷淡吗？”阿德尔猛地甩开手臂，神色阴沉的可怕。“如果你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就割掉你的舌头。”伊芙琳被吓得缩起肩膀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好过分！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对了，听说最近西亚王国有些动向，您已经想好对策了吗？”阿德尔迈开脚步向前走去，伊芙琳挎着花篮并排而行，两人低声交谈着，政务身影逐渐远去。弗洛拉独自站在原地，注视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完全插不上话。阳光洒进华丽的寝宫，弗洛拉坐在暗红色的长榻上，薇希正小心翼翼地整理着白色长裙。薇希猛地瞪大眼睛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皇后陛下，您受伤了吗？”洁白的布料上赫然沾染着几点鲜红的血迹。弗洛拉微微一愣，轻声安抚着对方：“我没事的。”薇希急得快要哭出来：“请不要撒谎，我明明看到血了。”弗洛拉露出无奈的神情，小声解释着：“啊，只是磨出了水泡而已。”弗洛拉抬起头，看着薇希满脸泪痕的样子，有些不知所措：“薇希，你怎么哭了？”薇希低下头：“对不起，竟然让您忍受水泡的痛苦。”弗洛拉注视着伤心的女仆，眼神变得柔和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弄伤的。”薇希抱着沾血的裙摆放声大哭：“我现在就去请塞西尔大人过来。”弗洛拉伸出手想要阻拦：“等等，我真的没事。”沉重的房门发出巨响，弗洛拉坐在长榻上，手掌抵住胸口：“薇希真的很关心我。”塞西尔拎着医药箱快步走进寝宫：“皇后陛下，您受伤了吗？”弗洛拉抬起双手，试图平息这场骚动：“不只是起了个水泡，没什么大碍。”薇希在后方大声反驳：“这很严重，都流血了。”塞西尔走到长榻前，单膝跪地放下手中的医药箱：“我可以检查一下患处吗？”弗洛拉坐在长榻边缘，神情显得有些迟疑：“但是我会尽可能轻一点，请不要担心。”塞西尔戴着白色手套，指尖稳稳地固定住他的足部。弗洛拉白皙的脚后跟上磨破的伤口透着鲜红。塞西尔皱起眉头，神情变得严肃：“之前的伤口还没痊愈，就又受伤了，炎症很严重。我现在为您涂抹消毒药水。”弗洛拉微微扬起头：“拜托了。”塞西尔拿起镊子，夹住浸满药水的棉球，轻轻按压在红肿的伤口上，可能会有一点疼。弗洛拉猛地闭上眼睛，眉头紧锁，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。塞西尔低垂着眼帘，动作极其轻柔地擦拭着伤口。“塞西尔大人真的很温柔。”塞西尔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冒昧问一句：“既然受了伤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别人？”弗洛拉避开对方的视线，神色显得有些局促：“我没觉得这是什么严重的伤口。”塞西尔低下头，继续处理着患处：“是因为我建议您和陛下一起散步吗？”“真的很抱歉。”弗洛拉猛地抬起头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神情慌乱地辩解着：“不，这是我自己的错。”塞西尔单膝跪在弗洛拉面前，仔细地系好绷带的末端，看来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。书房内灯火通明，阿德尔停下笔尖：“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塞西尔站在桌前，微微欠身行礼：“是的，已经出现了细菌感染的迹象，我认为他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”阿德尔脑海中浮现出弗洛拉的身影，他猛地将钢笔摔在桌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为什么他一直保持沉默？塞西尔低下头，语气平静地回应：“关于原因，他并没有向我解释。”塞西尔转过身，缓步走出书房。该死！阿德尔抬起手，五指用力插进黑发中，神情显得焦躁而痛苦。阿德尔用手掌遮住口鼻，眼神中透出深深的困惑：为什么他不肯告诉我？5天后，弗洛拉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，双脚缠绕着厚厚的白色绷带。塞西尔大人真是太夸张了，根本不需要包扎成这样。弗洛拉低头看着臃肿的双脚，神情显得有些无奈。这几天陛下到底在忙些什么？自从那天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阿德尔了。也许他正和伊芙琳一起欣赏花园里的花朵。当然，和我这样的人待在一起，只会让他感到无聊吧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神情显得落寞而忧郁。即便如此，
我想见陛下。走廊尽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几名女仆惊慌的贴墙站立，低头行礼。阿德尔穿过长廊，披风在身后扬起凌厉的弧度，径直朝寝宫走去。几名女仆聚在走廊拐角，压低声音交谈着：“陛下又去办公室了，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也不打算休息。”其中一名女仆神色担忧：“这几天陛下的心情一直不太好，难道是邻国又做了什么吗？”另一名女仆神色凝重的叮嘱：“总之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”阿德尔大步走进办公室，身后的埃隆紧紧跟随。阿德尔随手脱下外套，将其甩向一旁。埃隆稳稳接住衣物。阿德尔坐进宽大的办公椅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沉声开口询问：“皇后最近怎么样？”埃隆抱着阿德尔的外套，恭敬的低头汇报：“他哪儿也没去，正安静的在房间里休息。”阿德尔抬起手指尖按压着太阳穴。塞西尔每天还是会去给皇后治疗吗？埃隆垂手回应：“是的。”埃隆看着阿德尔疲惫的神态，试探着开口建议：“如果您担心的话，为什么不去看看他？”阿德尔猛地睁开眼，眼神中透出几分凌厉：“我担心他？谁会做那种事？”埃隆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吓得缩起肩膀，闭上眼小声辩解：“您总是询问皇后的近况，所以我自然以为您在担心。”阿德尔紧皱眉头：“谁会担心那种事？他只是在独自忍受受伤的痛苦而已。如果强迫他去散步，搞得就像我在欺负他一样。”埃隆看着阿德尔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无奈的在心中感叹：“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。”阿德尔握紧拳头，抵住嘴唇，用力咳嗽了一声：“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去看看他吧。”埃隆看着阿德尔强撑面子的模样，在心中暗自发笑，他真是一点都不坦诚。夜色笼罩着宫殿，厚重的红色窗帘扮演着窗户，透出窗外幽暗的树影。薇希站在床边，为弗洛拉披上一件浅蓝色外衣。这几天一直闷在房间里，您是不是觉得有些郁闷？弗洛拉垂下眼帘，神情透着一丝忧郁。有一点。薇希突然握紧拳头，神采奕奕的提议：“那我背您出去转转吧。”弗洛拉有些惊讶的看着他，可是你看起来这么纤弱，真的能背动我吗？薇希用力挥动双臂，展示着自己的力气。不，我比看起来要强壮得多，我绝对能背起您的，请相信我吧。弗洛拉看着薇希认真的神情，该怎么办？薇希看起来是认真的，如果我拒绝的话，她一定会很失望吧。薇希弯下腰，双腿微微颤抖。皇后陛下。薇希背起弗洛拉身体，摇摇晃晃，咬紧牙关保证着：“我保证绝对不会摔到您的，请别担心。”弗洛拉趴在薇希背上，感受着剧烈的晃动。我就知道刚才应该拒绝的。薇希脚下一滑，鞋底在地板上摩擦出刺耳声响。弗洛拉惊叫出声，身体失去平衡向前仰去，两人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弗洛拉整个人压在薇希身上，阿德尔推门而入，愣在原地注视着眼前的混乱。薇希慌忙爬起身，伸手去扶地上的弗洛拉，非常抱歉，我这就扶您起来。阿德尔皱起眉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：“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”弗洛拉跌坐在地，仰起头看向来人，眼神中满是惊讶。陛下。阿德尔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弗洛拉的手腕，他稍稍用力将弗洛拉从地面拉起，顺势揽入怀中。你打算在地上坐到什么时候？这个味道。阿德尔垂下眼帘，目光落在弗洛拉身上，神情变得有些复杂。阿德尔弯下腰，将弗洛拉横抱在怀中，在伤口痊愈之前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禁止你踏出房门一步。阿德尔抱着弗洛拉，大步走向卧室深处。埃隆扶起薇希，阿德尔侧过脸，对身后的两人厉声呵斥：“你们两个退下！”薇希被吓得缩成一团，埃隆神情无奈地安慰着：“习惯就好，你迟早会适应的。”阿德尔将弗洛拉带到床边，动作粗鲁地将她扔在柔软的床铺上。阿德尔俯下身，将她困在床铺与身体之间。有一件事，从刚才起就一直让我很在意。弗洛拉缩起肩膀，注视着近在咫尺的脸庞，陷入了沉默。如果你不老实回答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弗洛拉惊恐地睁大双眼，呼吸变得急促。难道我的真实身份被发现了吗？弗洛拉紧咬着下唇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阿德尔突然皱起眉头，神情显得有些困惑。那股味道消失了。那些背地里害怕我的人，平时都怎么称呼我？阿德尔俯视着身下的弗洛拉，神情阴鸷而危险。你应该很清楚，惹怒我会是什么后果吧？阿德尔伸出手，粗鲁地捏住弗洛拉的下巴。这就是你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吗？弗洛拉被迫仰起头，呼吸变得急促而凌乱。陛下，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阿德尔整个人压在弗洛拉身上。我从塞西尔那里听说你的腿已经受伤很久了，可你那天却一声不吭，陪我在花园里走了一整圈，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？阿德尔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，眼神中满是戾气。难道你也和那些人一样，觉得我是一个嗜血的暴君吗？弗洛拉扬起脸，眼眶中蓄满泪水，艰难地吐出破碎的字句：“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”记忆的闸门被强行推开，一名神情严厉的妇人背对着他，手中紧握着藤条。忍耐是一种美德，再稍微忍耐一下吧。弗洛拉惊恐地睁大双眼，看着那道高大的身影步步逼近。你也不想成为一个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吧？从那以后，即便感到饥饿，即便发着高烧，即便受了伤，忍耐已经成了我的本能。我只是……弗洛拉睁大双眼，泪水顺着眼角滑落。我只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。阿德尔愣在原地，原本凌厉的神情瞬间凝固，眼中透出一丝错愕。阿德尔松开了捏住他下巴的手，并不是因为不信任您才忍耐的，陛下。弗洛拉抽泣着，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心声，是因为我想和你一起看花，而且我想和您待在一起的时间能再长那么一点点。
弗洛拉蜷缩在床铺上，双手捂住脸庞，放声大哭起来。阿德尔愣在原地，眼神中满是错愕。你想要和我待在一起？弗洛拉躺在柔软的枕头间，脸颊泛起红晕。我们是夫妻不是吗？阿德尔猛地转过头，避开了弗洛拉的视线，神情显得有些僵硬。阿德尔抬起手指尖抵住嘴唇，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可疑的红晕。他刚才说了夫妻。阿德尔坐在床沿，低头扶着额头。陛下，弗洛拉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拽住他的衣角。你还是打算杀了我吗？阿德尔面无表情的回答。我正在考虑。弗洛拉瞬间崩溃大哭，紧握着双拳抗议。怎么这样？明明我都诚实回答了。阿德尔露出慌乱的神色，抬起手试图安抚。喂，别哭了，你不是应该很坚强吗？阿德尔紧锁眉头，用力抓乱自己的头发。该死，到底要怎么安抚哭泣的女人啊？薇希抬起手，指尖轻轻触碰门框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薇希低着头，双手紧紧交叠在胸前，止不住的抽泣。腿受伤了，还被陛下逼到了死角。皇后看起来真可怜。阿德尔双臂环抱在胸前，低头看着蜷缩在床上的弗洛拉。你哭完了吗？弗洛拉慢慢抬起头，眼眶里还噙着泪水，声音颤抖着回应：是的，我很抱歉。阿德尔猛地凑近，双手紧握成拳，神色显得有些慌张。要是被塞西尔知道我把皇后弄哭了，他肯定会没完没了的抱怨。我不会杀你的。阿德尔坐在床边，双手握住弗洛拉缠着绷带的脚，指尖轻轻揉捏着。但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塞西尔。弗洛拉靠在床头，注视着他的动作，神情有些错愕。陛下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样会不会感觉好一点？弗洛拉侧过脸，脸颊泛起红晕，但还是有一点痛。阿德尔猛地抬起头，神色显得十分意外。很痛吗？我头痛的时候，塞西尔就是这样帮我按摩的。弗洛拉抬起手遮住嘴角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陛下，您真的相信按摩会有止痛效果吗？阿德尔涨红了脸，气急败坏的大喊：你在笑什么？弗洛拉放下手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塞西尔说过，外伤只要每天按时涂药就好了。阿德尔双臂环抱在胸前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弗洛拉眨了眨眼，语气轻快的回应。可是您也没问呀。阿德尔猛地俯下身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你似乎非常信任塞西尔啊。弗洛拉惊恐地睁大双眼，身体下意识向后仰去，太近了。阿德尔迅速伸出手，一把拽住他的手臂。喂，你要摔倒了。阿德尔顺势揽住他的腰肢，将他整个人带向怀中。弗洛拉惊呼出声，阿德尔紧紧环抱住他的后背，另一只手稳稳拖住他的身体。弗洛拉仰起脸，注视着近在咫尺的阿德尔，心跳声在耳边剧烈回响。阿德尔紧盯着他的双眼，呼吸变得有些急促。如果你掉下床再次受伤，该怎么办？他伸出手按住弗洛拉的后脑勺，将她紧紧按在自己肩头。弗洛拉靠在他的胸膛，听着那清晰有力的心跳。刚才消失的那股香气又重新飘散过来了。他缓缓低下头，深深嗅着那股气息。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缠绕住一缕浅金色的长发，放在唇边轻轻摩挲。窗外月色皎洁，微风拂过树梢，夜色陷入了一片沉静。木桌上静静躺着梳子与饰品，阳光斜斜的洒在桌面上。阿德尔紧紧拥抱着弗洛拉，手掌按在她的后脑勺，指尖没入发丝，将她整个人揉进怀里。阿德尔闭上双眼，侧过脸埋在她的颈窝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沉溺在那股香气中。阿德尔猛地睁开眼，瞳孔微微颤动。该死，我又失控了。他松开手，向后退开半步，神情显得有些慌乱。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弗洛拉闭着双眼，呼吸平稳而深沉，已经靠在他的肩头沉睡去。阿德尔愣在原地，低头注视着他的睡颜，眉头紧紧锁起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。阿德尔双手抓着弗洛拉的肩膀，用力摇晃着。谁会在这种时候睡着啊？他根本没把我当成男人看待吧？弗洛拉侧身躺在床上，长发如瀑布般散落在枕边，发出均匀平稳的呼吸声。阿德尔坐在床沿，看着熟睡的弗洛拉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竟然在和男人独处时睡得这么死，他真是一点防备心都没有。阿德尔抬起手，指尖遮住泛红的脸颊，或者说，这意味着他非常信任我吗？米歇尔在走廊上飞奔，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厅回响。深夜被陛下紧急传唤，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他停在寝宫门前，抬手扶正帽子，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敲响了房门。米歇尔抬起手，轻轻扣响房门。陛下，您找我吗？阿德尔站在桌前，手里拿着一块白布，正缓慢而仔细地擦拭着长剑。你来了。剑刃在灯光下折射出冰冷的光芒，映照出阿德尔冷峻的眉眼。米歇尔局促地站在一旁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低声询问着：是的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吩咐吗？阿德尔收起长剑，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将剑插回剑鞘。阿德尔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，双臂环抱在胸前。我有件事想问你。米歇尔微微弯下腰，请问是什么事？贵族女性穿的每一双鞋都会磨脚吗？米歇尔愣在原地，张大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大半夜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问这个？米歇尔抬起手，抓了抓帽子边缘，神情变得有些慌乱。不，难道陛下是在考核我的工作表现？米歇尔立刻挺直脊背，神情变得严肃而恭敬。我这就为您解答。如果是贵族女性，通常都会测量尺寸，定制最合脚的鞋子，因为使用的是柔软舒适的动物皮革，穿起来非常舒服。米歇尔竖起一根手指，语气肯定地做出结论：只要尺寸正确，绝对不会磨出水泡的。阿德尔陷入沉思，脑海中浮现出弗洛拉蜷缩着身体，可怜兮兮的模样，真是奇怪。异国的公主为什么会穿着不合脚的鞋子？阿德尔微微眯起双眼，目光变得锐利
而深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有很多可疑的地方。米歇尔看着陷入沉默的皇帝，额角渗出一层冷汗。他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难道我回答错了吗？米歇尔尴尬的笑着，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试探性的开口询问：“那个，您是打算送谁新鞋子吗？”阿德尔抬起头，神情恢复了往日的冷峻威严。去查清楚现在贵族女性中流行的款式，给皇后做100双鞋子。米歇尔瞪大双眼，双手局促的交叠在胸前。100双？阿德尔微微垂眸，神色冷淡。是太多了吗？米歇尔抬起手擦拭额头的汗水，干笑着解释：“不，只是因为这些都是定制款，每一双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制作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100双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阿德尔面色阴沉周身，散发出压迫感。别找借口，我让你做你就得做。米歇尔吓得缩起肩膀，浑身颤抖。我明白了。他稳住心神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在开始之前，我们需要测量皇后的脚，请问皇后陛下什么时候方便？”阿德尔侧过脸，目光深邃。他现在脚上有伤，暂时不行。米歇尔僵在原地，内心充满了哀嚎。他想要100双鞋，却连尺寸都不让量吗？阿德尔抬起手，面色微微泛红。如果你需要知道尺寸，就量我的手吧。阿德尔移开视线，低声解释着：“他脚的长度大概和我的手差不多，最窄处宽度也差不多是这么多。”阿德尔轻咳一声，掩饰着局促。总之，他的脚非常纤细。米歇尔彻底惊呆，张大嘴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刚才说了什么？阿德尔坐在椅子上，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。米歇尔弓下身子，手掌贴在胸前：“遵命，我会先让工匠们制作几双样品。”他转过身，快步走向门口，竟然能如此精确地记住皇后的脚步尺寸。看来这几天，他们两人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。这则传闻在转瞬之间传遍了整个帝国。格拉斯克公爵领，深夜的宅邸灯火通明，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，白色的瓷片散落一地。伊芙琳小姐，请小心！伊芙琳抬起手按住额头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女仆跪在地上收拾残局。她真是个碍眼的家伙。伊芙琳双手撑在桌面上，身体剧烈颤抖。那个女人竟然收到了这么多贡品。桌上堆满了华丽的珠宝盒，金色的饰品与各色宝石交相辉映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看来罗登王国也向陛下宣誓效忠了。阿德尔坐在不远处的办公桌前，低头处理着政务。伊芙琳打开一个精致的木盒，发出一声惊叹：“哦，是凯尔塔宝石做的项链。”她拿起项链在颈间比划，转过头看向阿德尔：“陛下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和今天的裙子很搭？”阿德尔坐在书桌后，低头阅览，根本没在听他说话。伊芙琳咬紧牙关，双手死死攥住裙摆。明明我一直在努力吸引他的注意，他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可他竟然把那条项链给了他。伊芙琳猛地转过身，大步穿过走廊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必须尽快除掉那个女人。格拉斯克公爵办公室，伊芙琳用力推开沉重的大门，木门撞在墙上，发出巨响。父亲，格拉斯克公爵停下手中的羽毛笔，抬头看向门口。伊芙琳，他放下笔，脸上堆起宠溺的笑容。这么晚了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睡不着的话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，怎么样？伊芙琳皱起眉头，用力推开凑过来的父亲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来这里是有事相求。公爵毫不在意地凑上去，亲昵地蹭着女儿的脸颊。是想要新裙子，还是想要项链？只要是伊芙琳的愿望，爸爸什么都会答应你。伊芙琳侧过脸，眼神冰冷而锐利。那就杀掉皇后。公爵僵在原地，笑容瞬间消失，瞳孔因震惊而剧烈收缩。他缓缓低下头，避开女儿的视线，脸色变得阴沉。回你的房间去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。伊芙琳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，喂，你的态度转变也太快了吧！伊芙琳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抓住父亲的手臂。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应该很简单吧？格拉斯克公爵被过身去，现任皇后是佩达尼亚王国的公主，她可不是能轻易动手的对象。伊芙琳紧盯着父亲的背影，可是父亲以前亲口说过，除了格拉斯克家族的人，谁也不能坐上诺德维恩的皇后之位。伊芙琳眼眶泛红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难道你就打算坐视不管吗？看着那个女人像主人一样坐在王座上。格拉斯克公爵慌了神，急忙转过身，张开双手想要安抚女儿。伊芙琳，求你了，别哭啊！他将女儿搂进怀里，轻声安慰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伊芙琳靠在父亲肩头，抽泣声渐渐平息。动作快点，万一阿德尔真的爱上她，格拉斯克公爵垂下眼帘，神色阴沉。那个公主不过是战败国送来的贡品，只是为了讨好陛下而已。陛下也许会和她玩玩，但绝不会动真情。伊芙琳抬起手擦拭眼角。可是阿德尔不只是送了珠宝和鞋子，他们两个……总之我很担心。格拉斯克公爵陷入沉思，难道他们真的那么亲密？他扶住女儿的双肩，说起来，陛下的头痛症似乎很久没有发作了。伊芙琳愣了一下，止住哭声。确实如此，下次我会去问问塞西尔。格拉斯克公爵松开手，露出宽慰的笑容。好，查到什么就告诉我。还有，现在先不要对皇后表现出敌意。伊芙琳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抗拒。什么？你是要我去向那个女人低头吗？那天在花园里和她说话，就足以让我恶心了。格拉斯克公爵轻抚女儿的脸颊，听话，照我说的做。5天后，威西走在塞西尔身侧。多亏了您，皇后的伤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塞西尔提着医药箱，毕竟治疗是我的职责。威西停在厚重的寝殿大门前，微微躬身向室内禀报：陛下，塞西尔先生到了。门内传出低沉的回应，让他进来。塞西尔伸出手，握住冰冷的金属门把手，缓缓推开大门。他迈步走进房间，视线落在前方。
弗洛拉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，在柔和的光线下回过头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。早上好，塞西尔。塞西尔停下脚步，微微低头致意。早上好，皇后陛下。塞西尔打开医药箱，取出药瓶与干净的绷带。丹西跪在软垫上，托起弗洛拉受伤的脚踝。弗洛拉低头注视着他的动作，轻声询问：“那个，今天也要缠绷带吗？”塞西尔垂下眼帘，指尖熟练地拆解着旧布料，伤口已经愈合了，从现在起不需要再缠绷带。不过，还是继续涂抹药膏吧。弗洛拉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双手合十放在胸前。太好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塞西尔愣在原地，注视着他充满活力的面庞，心跳似乎漏了一拍。他迅速移开视线，低头整理着药具。这没什么，我把另一边的绷带也拆掉吧。弗洛拉轻快地回应着。好，您今天的心情似乎比平时要好很多。弗洛拉愣了一下，眨了眨眼睛。哎。阿德尔斜靠在门框边，双臂环抱在胸前。弗洛拉指尖局促地抵住胸口。陛下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阿德尔迈开长腿，皮鞋踩在木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你刚才笑得那么开心。阿德尔眉头微蹙，眼神中透着一丝不悦。可是，一见到我，笑容就消失了。弗洛拉局促地绞着手指，声音带着一丝慌乱。那是因为陛下突然到来，让我有些惊讶。阿德尔走到沙发旁坐下，双臂环抱在胸前。丈夫来看望妻子，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理由。他闭上双眼，微微挥了挥手，不用在意我，继续吧。塞西尔微微欠身，神情专注而温和。遵命。那么我将继续为您涂抹药物。阿德尔靠在椅背上，沉默地注视着前方。弗洛拉坐在他身旁，神色依旧有些紧绷。塞西尔戴着白色手套，指尖蘸取药膏，轻柔地涂抹在弗洛拉纤细的脚踝上。塞西尔低头专注于手中的动作。阿德尔双臂环抱在胸前，神情冷峻地注视着前方，目光中透出一丝不悦。塞西尔戴着白色手套，指尖轻触弗洛拉的脚踝，仔细检查着伤处的状况。阿德尔的手指在手臂上轻轻敲击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动作带着不容忽视的压迫感。阿德尔面色阴沉地凑近，目光死死盯着塞西尔的动作，周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。塞西尔感受到那股强烈的视线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。他闭上双眼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。塞西尔侧过头看向阿德尔，轻声开口询问：“您想要换手吗？”阿德尔皱起眉头，神情显得有些错愕。“什么？我为什么要？”弗洛拉神色慌张地摆动双手。“您绝对不能让陛下上药。”阿德尔瞪大双眼，神色变得凶巴巴的。“谁说不能的？”弗洛拉被吓得缩起肩膀，发出一声惊呼。阿德尔挽起衬衫袖口，大步走上前去。“既然你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由我来做。听好了，别乱动。”他顺从地低下头，声音细若蚊呐。“是。”阿德尔单膝跪地，在弗洛拉面前坐下。他伸出手，稳稳地托起弗洛拉的脚踝。弗洛拉紧紧闭上双眼，脸颊泛起一阵红晕。他悄悄睁开一只眼睛，注视着眼前的男人。阿德尔伸出双手，稳稳地托住弗洛拉的脚踝，动作显得有些生涩。真是奇怪。阿德尔伸出指尖，蘸取了一点药膏。弗洛拉屏住呼吸，心跳声在耳畔回响。明明药膏本身是凉的，阿德尔将指尖贴上他的皮肤，顺着脚踝轻轻涂抹开来，被他触碰过的地方却变得好烫。弗洛拉抬起手按住胸口，目光有些失神，心跳快得无法平复。阿德尔微微眯起双眼，香气似乎变得更浓郁了。弗洛拉坐在原处，有些不知所措地注视着他。阳光洒在宏伟的宫廷建筑上，塞西尔站在书桌前，神情严肃地汇报着关于皇后的香气。我发现了一些情况。阿德尔坐在桌后，沉默地听着。在为皇后治疗伤口时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特殊的香气。然而，当陛下您到来时，皇后变得紧张起来，香气就稍微变淡了。随后，当陛下亲自为她上药时，那种香气又再次变得浓烈了。阿德尔眉头微蹙，陷入了沉思。所以你是说，她香气的浓淡会随着情绪而变化？塞西尔微微点头。是的，有一个方法可以验证这个假设。阿德尔抬起头，目光锐利地直视前方。什么方法？塞西尔摊开一只手，神情显得理所当然，就像今天这样，陛下只需要做一些让皇后开心的事。阿德尔压低眉毛，目光中透出危险的气息。你是在叫我去讨好她吗？塞西尔缩起肩膀，尴尬地咳嗽了一声。不，您只需要加深彼此的关系。今天不是做得挺好吗？阿德尔沉默地垂下头，周身笼罩着阴云。他猛地抬起头，愤怒地大声呵斥：“出去！”塞西尔吓得立刻转身，快步向门口走去。塞西尔走到门边，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：“陛下，这也是为了缓解您的头痛，请您务必认真考虑这件事。我叫你出去。”阿德尔独自坐在桌后，仰起头长舒一口气。他抬起手，用力抓乱了自己的头发。说实话，塞西尔那家伙总是在胡言乱语。皇宫花园内阳光明媚，喷泉在花丛中心喷涌着水花。威西跟在弗洛拉身后，语气轻快活泼：“您的脚伤终于完全康复了，这段时间辛苦您一直静养。”弗洛拉停下脚步，侧过脸，露出温柔的微笑。“这段时间多亏了你的照顾，威西。”威西连连摆手，神情有些羞涩。“不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，而且多亏了皇后殿下，陛下最近改变了很多，大家都很感激您。”弗洛拉在长椅上坐下，神情显得有些困惑。“陛下改变了？”威西俯下身凑近弗洛拉，神情显得格外兴奋。“没错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陛下露出那种表情。”威西双手合十抵在下巴上，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，那完全就是被皇后殿下迷住的神情呀。弗洛拉猛地抬起手捂住脸颊，神色慌乱地反驳：“不，别开玩笑了。”
不可能的，陛下怎么会喜欢上我这样的人？弗洛拉双手紧紧攥住裙摆，如果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。像我这样卑微的冒牌货，是不被允许拥有这种奢望的。薇希歪着头看向他，语气中带着不解：“您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”皇后殿下既美丽又温柔，拥有这么完美的性格。他侧过脸看向一旁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：“那是？”薇希神情变得有些凝重：“难道您听到了关于陛下的那些不好传闻吗？”弗洛拉沉默地垂下眼帘。薇希慌乱地挥动双手，急切地想要解释：“那些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您千万不能相信。”弗洛拉抬起头，目光中透出一丝迷茫。但在佩达尼亚，每个人都说诺德维恩的皇帝是个暴君，他生性残忍，杀起人来毫不犹豫，甚至为了夺取皇位，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兄弟。薇希神情坚定地握紧拳头：“陛下只是长得稍微凶了一点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暴君。事实上，陛下从来没有责难过我们这些仆人。如果传闻是真的，像我这样多嘴的人早就没命了。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。”弗洛拉陷入了沉思。正如薇希所说，第一眼看上去，陛下的确是个难以接近的人，但实际相处之后，却发现他意外的很亲切。那一晚的陛下确实非常可怕，但他搂着我的身体，却在因为恐惧和焦虑而微微颤抖。关于陛下的那些传闻，或许背后另有隐情。华丽的吊灯散发出柔和的光芒，照亮了静谧的寝宫。弗洛拉独自坐在宽大的沙发上，陛下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不用换衣服。薇希在衣橱前忙碌的翻找。你在说什么呢？陛下半夜来到皇后的房间，肯定打算在这里过夜。就算陛下中途想要离开，您也绝对不能放他走。他从衣架上取下一件轻薄的衣物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一件。薇希转过身，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。请换上这件睡裙吧。弗洛拉瞪大双眼，注视着那件几乎透明的蕾丝睡裙，神情显得惊恐万分。这种布料厚度，真的能被称为衣服吗？当然是衣服，快点请换上吧，陛下马上就要到了。他推着弗洛拉的后背，强行将她带向更衣处。哎呀，皇后殿下，您真是太纯情了。等一下和陛下单独相处的时候，嘿嘿嘿。弗洛拉站在镜子前，任由轻薄的丝绸划过脊背，长发垂落在赤裸的肩头。薇希，他抬起手指尖颤抖着按住胸口，脸颊泛起一阵滚烫的红晕。仅仅靠穿成这样，真的就能让陛下留下来吗？这比我想象中还要适合您。薇希双手捧起一件配套的披肩，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，甚至还有一件配套的披肩呢。薇希走上前去，将浅蓝色的披肩披在弗洛拉肩上，细心地整理着领口的系带，请在气氛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再把它脱掉。弗洛拉微微侧过脸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困惑。气氛？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薇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有些迟疑地开口：“该怎么说呢？”薇希清了清嗓子，抬起手遮住嘴唇，双颊泛起红晕。当你们的脸庞贴得最近的时候，那就是气氛达到最高潮的时刻。弗洛拉睁大眼睛，原来如此，薇希，你对这些真的很了解呢。这全靠我的秘密武器，只要有了这个，您一定能让陛下彻底为您着迷。薇希高高举起手中的红色书籍，这就是浪漫圣经，也被称为恋爱手册。弗洛拉疑惑地歪过头，一本书。薇希用力点了点头，语气变得坚定。没错，这可是现在诺德维恩最实用也最受欢迎的书，在我的朋友、邻居甚至远房亲戚的指引下，大家都通过这本书找到了幸福。弗洛拉伸出手指尖，轻轻触碰书皮，太神奇了，听起来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参考。弗洛拉猛地睁大眼睛，视线死死盯着书页。不可能！薇希看着弗洛拉震惊的样子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第一次读的人都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请不要担心，请务必在之后把从这本书里学到的知识用在陛下身上。弗洛拉抱着书，低下头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我会努力的。皮鞋踩在木质地板上，发出沉稳的脚步声。阿德尔迈步跨过门槛，走入昏暗的房间。弗洛拉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，听到动静后转过头，轻声呼唤着：“陛下！”弗洛拉从椅子上站起身，浅蓝色的长裙垂落在脚踝。“您来了。”阿德尔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身前的弗洛拉：“我让你久等了吗？”弗洛拉抬起手，指尖轻轻撩过耳边的发丝，双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不，并没有等很久。弗洛拉微微扬起头，目光闪烁着看向阿德尔：“那个，我能为您做点什么？”阿德尔低头俯视着弗洛拉：“我有件东西想送给你。”阿德尔微微侧过脸，沉声下令：“进来。”房门被推开，三名薇希低着头鱼贯而入，手中各自托着精致的木盘，整齐地排成一列。弗洛拉看着薇希们手中的托盘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，惊讶地睁大眼睛。阿德尔坐回宽大的靠背椅上，身体向后微靠，神情自若。前几天看到你的脚被鞋磨出了水泡，所以我让内务官准备了一些流行款式的鞋子，剩下的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送达。弗洛拉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剩下的除了这些，竟然还有吗？阿德尔转过脸看向他，神色平静地反问：“是的。”有什么问题吗？弗洛拉急切地挥动双手，这太多了，我只有一双脚呀。阿德尔坐在椅子上，神情理所当然。你是佩达尼亚的公主，这种程度只是正常规格。弗洛拉低下头，但是阿德尔突然伸出手，一把扣住弗洛拉的手腕。弗洛拉惊呼一声，身体不由自主地跌坐在椅子上。弗洛拉局促地缩起肩膀，我真的已经完全没事了。阿德尔俯下身，单膝跪在他的面前，老实坐着。弗洛拉试图收回腿声音细若闻，那我自己来就好。
阿德尔头也不抬语，气不容置疑，别动。阿德尔伸手拿起托盘上的浅蓝色高跟鞋，神情专注地握着鞋子，准备为弗洛拉穿上。站起来，弗洛拉踩着新鞋站稳身体，感受着脚尖传来的触感，好漂亮，材质非常柔软，和我以前穿过的完全不同。他有些羞涩地看向阿德尔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阿德尔注视着眼前的弗洛拉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，很适合你。弗洛拉独自蜷缩在房间的角落，双手紧紧环抱着双膝，两双破旧的布鞋被随意丢弃在地上。王后吩咐我为你准备新的东西。威西居高临下地站着，嘴角带着嘲弄的笑意。能找到这么合脚的鞋子可不容易，你该心存感激才对。弗洛拉伸出颤抖的手，指尖紧紧抓起那双破旧的鞋子，将其护在怀中。弗洛拉低着头，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，泪水大颗大颗的滚落，砸在冰冷的地板上。阿德尔注视着眼前的弗洛拉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在哭？阿德尔双手扶住弗洛拉的肩膀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你不喜欢这些鞋子吗？弗洛拉摇头。还是说尺寸不合适，弄疼你了吗？弗洛拉再次摇头。阿德尔烦躁地抓乱了自己的头发。那到底为什么要哭？弗洛拉抬起头，眼眶里噙满了泪水。对不起，为什么？我就是止不住眼泪。阿德尔抬起手，示意身后的威西们退下。到底该怎么做，你才肯停止哭泣？弗洛拉注视着阿德尔，轻声开口：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抱抱我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恋爱手册里写的。弗洛拉解开披肩的系带，浅蓝色的丝绸顺着肩膀滑落，堆叠在肘弯处，露出内里精致的蕾丝睡裙。阿德尔猛地睁大眼睛，注视着眼前的一幕，呼吸瞬间凝滞，身体僵硬在原地。我必须完全按照那本书上说的去做。弗洛拉注视着阿德尔的眼睛，轻声呢喃：是不可以吗？阿德尔伸出手，掌心紧紧贴住弗洛拉的后背。阿德尔嗅着怀中的气息，正如塞西尔预言的那样，香气变得愈发浓郁了。弗洛拉双颊绯红，微微张开嘴唇，眼神中透出一丝迷离。我只是为了调查这股香气才这么做的。弗洛拉靠在阿德尔宽阔的胸膛上，双手轻轻抵住他的双肩，感受着对方传来的体温。弗洛拉扬起脸庞，嘴角勾起一抹轻柔的笑意。陛下，谢谢您。恋爱手册的效果简直惊人的不可思议。阿德尔耳根泛起明显的红晕，叫我阿德尔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所以直接叫我的名字吧。那股香气正变得越来越强烈。弗洛拉轻声呢唤着他的名字，阿德尔。阿德尔猛地伸出手，紧紧扣住弗洛拉纤细的手腕。阿德尔俯下身吻住了弗洛拉的唇，弗洛拉睁大双眼，感受着唇上传来的温度，大脑瞬间陷入空白。阿德尔将弗洛拉压在身下，手臂环绕住她的腰肢，呼吸变得愈发沉重。阿德尔吻过她的唇角，顺着脸颊向下蔓延，埋手在她的颈窝。弗洛拉紧紧闭上双眼，双颊绯红。那本书上接下来到底写了什么？阿德尔撑在弗洛拉上方，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。如果你想停下来，随时告诉我。弗洛拉仰躺在床铺上，双颊绯红，眼神迷离地看向别处。不，我。阿德尔低下头，再次深深地吻住弗洛拉。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侍从的声音隔着门板响起：“打扰了，伊芙琳小姐想要见您。”阿德尔猛地停下动作，撑起身子看向房门，眉头紧锁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？阿德尔侧过脸，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。弗洛拉躺在凌乱的床铺上，身体微微颤抖。他在害怕吗？该死，我怎么能被这股香气左右？阿德尔撑起身子，对不起，你该休息了。弗洛拉坐起身，注视着阿德尔离去的背影，眼神中充满了困惑。为什么要道歉？难道他讨厌和我做这种事吗？弗洛拉垂下眼帘，没错，阿德尔真正喜欢的人是伊芙琳。已经深夜了，阿德尔单手托着脸颊，神情冷峻地注视着前方。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事？伊芙琳微微张开口反问道。难道非得有事才能来吗？伊芙琳端坐在华丽的座椅上，轻抿了一口茶水。不过你看起来似乎很着急。阿德尔沉默地侧过脸，避开了对方的视线。伊芙琳放下茶杯，嘴角带着一抹浅笑。你应该不至于忙到连陪我喝杯茶的时间都没有吧？还是说你只是急着去见皇后？阿德尔紧锁眉头，如果你还有时间开玩笑，那就快点说明你的来意。伊芙琳垂下眼帘，好吧，我明白了，开个小玩笑也没什么坏处吧？伊芙琳抬起头，目光变得深沉。你应该还记得2个月后会发生什么吧？阿德尔神情一僵，视线微微晃动。是的，那是阿拉里克的忌日。伊芙琳双手交叠放在膝头，昨晚我梦见他了，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温柔，那感觉就像他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样。伊芙琳侧过脸，神情有些局促。阿德尔，你没忘记对阿拉里克的承诺吧？伊芙琳双手紧紧交握在胸前，声音微微颤抖。你说过会代替他照顾我的。阿德尔猛地张开口，大声反驳：我没忘记。阿德尔站起身，俯视着眼前的伊芙琳。够了，别再说那件事了。伊芙琳仰起头，有些错愕地注视着他。伊芙琳低下头，嘴角露出一丝苦涩。我不是故意要提起阿拉里克的，已经过去3年了，难道你还在为杀掉他的事感到愧疚吗？伊芙琳快步上前，一把抓住阿德尔的手臂。那不完全是你的错，你当时也是。伊芙琳愣在原地，注视着眼前的男人。阿德尔低垂着头，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拳头死死攥紧。伊芙琳松开了手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这些话的。伊芙琳垂下眼帘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我只是想谈谈关于阿拉里克3周年祭的事。伊芙琳提起裙摆，微微弯下腰行礼。今天似乎就到此为止吧。阿德尔低着头，碎发
遮住了双眼，声音低沉而冷淡：“晚安。”伊芙琳注视着他离去的方向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提起阿拉里克，果然是让阿德尔头疼的最佳办法。沉重的关门声响起，阿德尔伸手扶住门框，指尖因为用力而紧绷，头好痛，简直快要裂开了。阿德尔紧紧皱着眉头，一只手痛苦地按住额头：“你杀掉了皇太子阿拉里克，杀掉了你一母同胞的亲哥哥，为了那个王座，你竟然做到了这种地步。皇太子只是在残酷的王位争夺中落败了，仅此而已。即便二皇子的出身卑微，但他作为统治者的能力远在皇太子之上。闭嘴！”阿德尔痛苦地张大嘴巴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快让这一切停下来！阿德尔踉跄着向前走去，脚步虚浮不稳。这种味道。阿德尔扶住墙壁，急促地喘息着。我想闻到那个味道。阿德尔急促地喘息着，冷汗顺着颈肩滑落。终于找到你了。房间内整齐摆放着几双女鞋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弗洛拉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陷入了沉睡。阿德尔站在床边，注视着熟睡中的弗洛拉。阿德尔伸出手，五指在半空中颤抖。阿德尔俯下身，将头埋在弗洛拉的颈窝，双臂紧紧环抱住她的身体。阿德尔闭上双眼，急促地喘息着，贪婪地汲取着她身上的气息。白色的窗帘随风飘动，阳光洒进室内。弗洛拉紧闭着双眼，眉头微微蹙起。好重，是有什么东西压在我身上吗？弗洛拉猛地睁开双眼，目光中透着一丝迷茫。阿德尔闭着眼睛陷入了沉睡。这是现实吗？但我昨晚明明是去见伊芙琳了。原来如此，这是在做梦啊！弗洛拉睁大眼睛，仔细端详着阿德尔的睡颜。既然是在梦里，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，简直难以置信。弗洛拉脸颊泛起红晕，心脏剧烈跳动着，甚至能感觉到她呼吸的热度。阿德尔伸出手，紧紧扣住弗洛拉的后脑，将她拉向自己。弗洛拉猛地睁大双眼，目光中满是惊愕，这到底是什么梦？这感觉太真实了。弗洛拉拼命挣扎着，伸手用力推挤阿德尔的脸颊，快放开我！弗洛拉双手捂住脸颊，就算是在梦里，你也不该做这种事。阿德尔睁开双眼，发出一声含糊的鼻音，阿德尔猛地坐起身，一只手按住额头，环顾着四周。奇怪，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弗洛拉愣在原地，这种地方，这可是我的梦里。弗洛拉咬紧牙关，双手攥成拳头，真是个过分的家伙。弗洛拉抬起头，大声质问着：“你又打算去哪里？”阿德尔回过头，神情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什么？弗洛拉直视着阿德尔，诚实的回答我：“难道你不想留在我的身边吗？”虽然理智告诉自己，即使是在梦里，也不该如此失礼。阿德尔额角渗出一丝冷汗，神情有些呆滞，但就像是被施了咒语一样，完全无法移开视线。弗洛拉伸出指尖，轻轻抵住阿德尔的嘴唇。我被这对嘴唇深深吸引了。弗洛拉缓缓凑近阿德尔，再近一点，两人的鼻尖轻轻触碰。弗洛拉微微张开嘴唇，没错，就这样。弗洛拉凑近阿德尔，嘴唇轻轻贴合在一起。阿德尔猛地睁大双眼，瞳孔骤然收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德尔愣在原地，神情呆滞地注视着眼前的弗洛拉。昨晚他还那么害怕，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弗洛拉垂下眼帘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他这次又在策划什么？弗洛拉伸出双手，用力按住阿德尔的肩膀，将他推倒在床榻上。阿德尔仰面躺下，神情惊愕地看着跨坐在身上的弗洛拉。弗洛拉俯下身，长发垂落在阿德尔胸前，这股香气真的很浓郁。阿德尔侧过脸，避开对方的视线。弗洛拉伸出双手，捧住阿德尔的脸颊，强迫他直视自己。为什么要避开我的眼睛？弗洛拉垂下眼帘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难道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阿德尔愣在原地，脸颊泛起明显的红晕。什么？弗洛拉伸出食指，轻轻抵住阿德尔的嘴唇。算了，你不用回答我。弗洛拉俯下身，凑近阿德尔的耳畔。现在掌握主动权的人可不是你，所以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拒绝的空间了。既然这是在梦里，那就由我来主导一切。弗洛拉闭上双眼，深深地吻向阿德尔的嘴唇。阿德尔猛地睁大双眼，身体瞬间僵硬。这就是接吻吗？简直快要窒息了。弗洛拉紧闭双眼，脸颊长得通红。阿德尔注视着近在咫尺的弗洛拉，目光中透着一丝无奈。他这是打算把自己憋死吗？弗洛拉终于松开双唇，大口的喘息着，胸口剧烈起伏。阿德尔伸出手，轻轻托住弗洛拉的脸颊，低声提醒着：“呼吸，下次记得呼吸。”弗洛拉愣愣的重复着：“下次。”阿德尔扣住弗洛拉的后脑，猛地将她拉向自己，深深的吻了下去。如果这只是一场梦，弗洛拉伸出双臂，紧紧环绕住阿德尔的颈部。真希望这个梦永远都不要结束。阿德尔俯下身，将脸埋进他的颈窝，香气真的很浓郁。房门被推开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薇希端着水盆走进房间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陛下早安，我是来服侍您洗漱的。薇希猛地僵住身体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啊！”薇希停下脚步，注视着眼前的景象，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。阿德尔紧紧搂住弗洛拉，急促地喘息着。弗洛拉靠在他的胸膛，双颊泛起红晕。薇希猛地低下头，端着托盘向后退去。请原谅我的冒失，请继续你们刚才在做的事。房门被重重关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为什么薇希会出现在我的梦里？等等，这不是梦吗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阿德尔握拳抵住嘴唇，轻咳一声：“我感到非常抱歉。”弗洛拉整个人埋进被褥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我真的以为是在做梦，所以才表现得那么失礼，请原谅我。阿德尔转过头，神情变得严肃：“我们是夫妻，做这种事并没有什么奇怪的。”
弗洛拉紧紧抓着背角，声音细若蚊呐。但是陛下明明很讨厌我，我却强行对您。阿德尔皱起眉头，是谁给你灌输了那种想法？弗洛拉侧过脸，避开他的视线。阿德尔抬起手，轻轻抚摸后颈。虽然他半梦半醒的样子确实挺大胆可爱的。几天后，塞西尔的住所附近，2名贵妇人在庭院中漫步，其中一人用手掩住嘴角，压低声音凑近同伴：“你听说了吗？那位皇后陛下虽然看起来那样，但在关起门后，似乎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。”另一名贵妇人挥动着折扇，发出一阵轻笑，毕竟是从异国他乡远道而来的，如果不表现得强韧一点，恐怕很难生存下去吧。贵妇人们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塞西尔身上。啊，那位大人是皇帝陛下的亲信，塞西尔大人，我是伊斯特伯爵的妻子艾娃。侯爵夫人露纳斯紧随其后，侧过头看向塞西尔。我是斯卡洛侯爵的妻子露纳斯。塞西尔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身看向2位夫人，请问找我有何贵干？艾娃凑上前去，目光中透着好奇。作为陛下的亲信，您一定经常见到皇后陛下吧？2位陛下的关系如何？露纳斯紧跟在后，语气变得急促。听说他们一起去赏花了，陛下还送了他100双鞋。陛下真的每晚都留在皇后寝宫吗？塞西尔微微低头，神情保持着温和与疏离。我无法回答有关陛下私生活的任何问题。艾娃露出失望的神色，双手托住脸颊，真是冷淡啊。我们只是作为帝国的公民在关心他们。露纳斯连连点头，没错，如果2位陛下相处融洽，我们也能彻底放心了。塞西尔转过身，不再理会身后的喧闹，径直走向马车。一名年轻的侍从快步走近，对着2位夫人招了招手。没错，如果2位陛下关系好，大家都能安心。请安静一点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侍从压低声音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。2位陛下确实一起去赏花了，陛下也确实送了100双鞋给皇后。不仅如此，陛下还亲手为皇后测量了脚的大小。艾娃和露纳斯发出一声惊呼：天啊！佩达尼亚王宫上下终于都安心了。一名黑发男子单膝跪地，我带来了诺德维恩的最新情报。佩达尼亚王后坐在高位，伸手接过信纸，没想到那个小女孩竟然活了这么久，看来那个暴君对她相当着迷。黑发男子抬起头，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。他们关系亲密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诺德维恩，这正是利用他的魅力向暴君复仇的绝佳机会。王后微微侧过脸，嘴角浮现出深不可测的弧度。我在想该如何好好利用那个小女孩。弗洛拉坐在餐桌前，手中握着银匙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盘中的食物。威西站在一旁，担忧地注视着弗洛拉。那个是食物不合您的胃口吗？弗洛拉停下动作，目光低垂。没有，我只是没什么胃口。威西双手交叠放在胸前，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。皇后陛下，难道您已经……威西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双手握拳放在脸颊旁。我这就去请塞西尔大人过来。弗洛拉猛地站起身，一把拽住他的衣袖。什么？弗洛拉双颊涨红。我和陛下之间真的什么都没发生。威西停下动作，一脸困惑地转过头。哎，可是那天您明明表现得那么……弗洛拉侧过脸，避开对方的视线。总之就是那样。威西低下头，陷入了沉思。明明按照恋爱手册上的方法去诱惑了，却还是没有成功。难道陛下他……弗洛拉猛地抬起头。陛下他非常温柔，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太了解彼此，所以才会感到紧张。威西若有所思地拖住下巴。我明白了。威西翻开手中的书籍，指着其中一个章节，请看这里。男女之间想要真正相爱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契合，更需要灵魂的共鸣。弗洛拉凑近书页，目光中透着一丝迷茫。灵魂的共鸣。威西竖起食指，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创造只属于你们2人的浪漫回忆。既然陛下非常擅长那个，不如邀请他一起去做那件事吧。次日，威西站在弗洛拉身后，仔细整理着她的衣领。这套骑马装非常适合您，扎起马尾的样子简直就像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。谢谢你，这是我第一次穿这种风格的衣服。威西凑到弗洛拉耳边，轻声叮嘱着。陛下性格有些古板，见到他的时候试着这样说。弗洛拉认真地点了点头。好的。马厩前，阳光洒在草地上，阿德尔牵着一匹白马，正低头整理着马鞍。弗洛拉快步跑向前方，大声呼唤着：陛下！弗洛拉停下脚步，抱歉让您久等了。阿德尔转过头，注视着眼前的弗洛拉。我并没有等很久。弗洛拉闭上眼睛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能亲眼见到您的马术是我的荣幸。我早就听说您的技术非常精湛。阿德尔微微一怔，侧过脸避开他的视线。我听说佩达尼亚也会定期举办马术表演，你应该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吧？弗洛拉有些局促地低下头。那个只是看着会很无聊，你应该亲自感受一下骑马的快感。阿德尔伸出手，我会扶着你，上来吧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目光落在他的掌心。那个，阿德尔皱起眉头，疑惑地看着他。你在干什么？弗洛拉绞着手指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其实我并不会骑马。阿德尔露出震惊的神色。什么？你可是佩达尼亚的公主啊！弗洛拉紧紧攥住衣角，身体微微颤抖。那个，虽然我一个人不行，但我很想和陛下一起体验骑马的感觉，所以您愿意和我一起骑吗？阿德尔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。既然你不会骑马，弗洛拉双手握拳放在胸前，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。非常感谢您，果然听从威西的建议是对的。阿德尔神情变得异常严肃，周身散发出沉重的压迫感。今天就给我好好学习吧。弗洛拉猛地僵住身体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您的意思是要亲自教我骑马吗？威西，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阿德尔微微侧过头，目光中透着一丝审视。你不愿意吗？弗洛拉慌乱地摆动双手。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想给您添麻烦。这点小事根本不算麻烦。首先，我会先为你做个示范。阿德尔伸手抓紧马鞭，看好了，上马的时候必须从左侧靠近，左脚踩稳，右脚用力蹬的起跳。一旦坐稳，就要紧紧抓牢缰绳，保持重心垂直。阿德尔翻身跃上马背，动作利落干脆。他教的真的好认真。弗洛拉仰起头，注视着马背上的阿德尔，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。阿德尔双腿一夹马腹，白马嘶鸣着向前疾驰，在草地上留下一道残影。阿德尔猛地勒紧缰绳，白马前蹄腾空，发出一声高亢的嘶鸣，稳稳地停在花丛边。阿德尔侧过脸，阳光勾勒出他冷峻的轮廓，神情专注而沉稳。弗洛拉抬起手，双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阿德尔勒住缰绳，调转马头，在草地上画出一道弧线，重新回到弗洛拉面前。阿德尔俯下身，向他伸出手，把手给我。弗洛拉猛地一颤，有些迟疑地注视着那只手。阿德尔放轻了语调，眼神变得柔和。没关系，我会抓住你的。弗洛拉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将手搭在他的掌心。阿德尔猛地发力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将他拉向马背。花瓣随风飘散，在空中飞舞。阿德尔将弗洛拉环抱在身前，策马奔向远方。马蹄声渐弱，弗洛拉靠在阿德尔怀中，感受着马车停止的震动。停下来了吗？阿德尔凑近他的耳畔，睁开眼睛吧。弗洛拉颤动着睫毛，缓缓抬起眼帘，注视着前方。这里是。夕阳将天际染成一片橘红，余晖洒落在无垠的花海之上，微风拂过，掀起阵阵金色的波浪。弗洛拉环顾四周，脸上绽放出惊喜的笑容，好美啊！他转过头望向身后的阿德尔，眼神中闪烁着动人的光彩。您也这么觉得吧？对吗，陛下？阿德尔凝视着他的侧脸，目光深邃而专注。是的，这里真的很美。阿德尔猛地回过神，抱歉失礼了，因为你实在太漂亮了，我不自觉看呆了。弗洛拉微微扬起脸，没关系，请不要在意。阿德尔低下头，凑近他的脸庞，确实是这样。阿德尔的脸庞不断放大，温热的触感逐渐逼近。弗洛拉猛地睁大眼睛，心跳声在耳边回荡，身体僵硬在原地。阿德尔停下动作，手臂环绕在他的腰间，将他整个人圈在怀中。弗洛拉轻声呢喃着：“阿德尔。”弗洛拉静坐在梳妆台前，薇希站在身后，细心地为他打理长发。公主殿下，今天和陛下的骑马约会怎么样？弗洛拉垂下眼帘，轻声回应着：“他带我去了一片非常美丽的花田。”薇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双手握拳抵在脸颊旁，兴奋地惊呼：“花田！你们在那里做了什么？”弗洛拉回想起当时的场景，脸颊泛起红晕。在他吻了我的额头之后，他说道。阿德尔在花丛中俯下身，轻柔地靠近弗洛拉，将唇印在他的额头上。弗洛拉感受着额头上的触感，有些局促地低声询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阿德尔注视着他的双眼，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：“没必要感到害羞，这是对你勇气的奖赏。”弗洛拉睁大双眼，双颊泛起红晕：“对我勇气的奖赏？”薇希发出一声尖叫，整个人沉浸在兴奋中。薇希捂住嘴偷笑：“陛下比我想象中还要浪漫呢。”薇希凑近了一些，压低声音分享着秘密：“你知道吗？那片花田是陛下亲手栽种的，他从未向任何人展示过。”弗洛拉有些迟疑地转过头：“真的吗？连伊芙琳小姐也没见过吗？”薇希愣了一下，露出困惑的神情：“您是说伊芙琳小姐？”弗洛拉立刻避开视线，有些慌乱地摆着手：“不，没什么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薇希重新露出笑容，语气肯定地继续说道：“据说伊芙琳小姐为了让陛下带她去那里，发了好几次脾气呢，但陛下一次都没有答应过。那片花田对他来说一定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。既然他主动带您去了那里，说明您已经成为了对他而言真正特别的人。特别的人。”但在那一刻，弗洛拉垂下眼帘，遮住了眼底的情绪。仅仅是一瞬间，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抹深沉的哀伤。为什么他会露出那样的表情？薇希紧紧握住弗洛拉的手：“公主殿下，您今天的表现简直无懈可击，让我们保持这个势头，进入下一个阶段吧。”弗洛拉有些局促地睁大眼睛：“无懈可击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”薇希闭上眼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当然了，我敢肯定，您很快就能彻底俘获陛下的心。虽然被这样夸奖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”弗洛拉坐在软凳上，有些羞涩地开口：“其实我今天还和他约定了另一件事。”薇希停下动作，好奇地注视着他。弗洛拉微微低下头，嘴角带着藏不住的笑意：“他说除了骑马，还会教我剑术，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时间相处了。”薇希吓得脸色苍白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发出一声惊叫：“您要跟陛下学习剑术？”弗洛拉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期待：“是啊，我听说阿德尔是一位传奇剑士，所以我想亲眼见识一下。天啊，我该告诉他真相吗？”薇希面露难色，注视着满脸期待的弗洛拉。可是他看起来这么开心，我实在不忍心开口。薇希垂下头，语气变得沉重：“公主殿下，如果到时候实在太辛苦，您大可以哭出来的好吗？请答应我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”弗洛拉有些困惑地歪过头，发出不解的声音。薇希神情凝重地转过身，快步走向门口：“我最好趁现在去塞西尔大人那里拿些药膏备着。”弗洛拉独自坐在床边，呆呆地望着女仆离去的背影。训练场内，沉重的木剑划破空气，发出尖锐的呼啸声。弗洛拉换上利落的骑行服，双手紧握剑柄，用力向前挥动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薇希担忧的面容浮现在脑海：“如果实在太辛苦，大可以哭出来的，请答应
我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弗洛拉脸色惨白，额头渗出冷汗。现在我终于明白威西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了。阿德尔单手挥动木剑，动作迅猛而冷酷，剑锋带起一阵疾风。你又死了！沉重的木剑在空中划出一道残影，发出刺耳的破空声。弗洛拉惊恐地睁大双眼，眼睁睁看着剑尖逼近，一滴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弗洛拉狼狈地跌坐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。阿德尔收回木剑，神情冷峻地俯视着他，还不算太糟，你及格了。弗洛拉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。真的吗？阿德尔伸出手，稳稳地抓住弗洛拉颤抖的手腕，将她从地上拉起。我告诉过你，剑术的第一步就是直面被斩杀的恐惧，你已经成功跨过了那道坎。说实话，我刚才只是被吓得动弹不得而已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如果他知道真相，一定会对我感到很失望吧？就像以前在佩达尼亚的时候一样。瓷器破碎的声音在大厅回荡，碎片四处飞溅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教了你10遍，竟然连最基本的餐桌礼仪都学不会吗？弗洛拉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双手紧紧抱住颤抖的肩膀，任由责骂声落在身上。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！照这种进度下去，你嫁入诺德维恩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会发现你是个冒牌货。女仆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揪住弗洛拉的衣领，将她整个人从地面拽起。或者说，女仆凑近弗洛拉的脸庞，你是故意装出这副无能的样子吗？弗洛拉惊恐地仰起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你是想故意让我在王后面前丢脸吗？女仆用力一甩，将弗洛拉重地推倒在碎瓷片中。女仆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，双手紧紧攥着粗重的皮鞭。你是在挑战我的耐心吗？不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弗洛拉颤抖着抬起头，声音细若蚊鸣。能请您再示范一次吗？我保证这次一定能学会。闭嘴！女仆发出一声怒喝，在学会之前，不准睡觉，也不准休息。沉重的皮鞭划破空气，重地抽打在弗洛拉单薄的背上，发出令人心惊的脆响。我知道贝特夫人根本没打算教我，她从一开始就认定我是个失败者。无论我多么努力，她总能找到新的理由来折磨我。但阿德尔是不一样的。弗洛拉缓缓睁开双眼，注视着眼前的男人。他虽然严厉，却会负起责任，耐心地教导我每一处细节。他从不会说出任何侮辱我人格的话。正因如此，我才绝对不想让他失望。弗洛拉用力攥紧拳头，他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直视着阿德尔。我们能再多训练一会儿吗？你说过，只有直面恐惧，才能躲开致命的一击，对吧？阿德尔沉默地注视着他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弗洛拉深吸一口气，大声宣告着自己的决心：陛下，接下来我想尝试躲开您的剑。阿德尔的瞳孔微微收缩，倒映出少女倔强的身影。我本以为她现在应该已经放弃了。你的毅力超出了我的预期，好吧，我会陪你训练到最后。弗洛拉露出灿烂的笑容，非常感谢您。威西拿着棉签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弗洛拉手背上的淤青。为什么你要这么拼命？你的手臂上全是淤青。弗洛拉虚弱地靠在扶手上，发出一声吃痛的呻吟。虽然身体很痛，但我其实觉得很有趣。他微微眯起一只眼睛，嘴角却带着满足的笑意。这种感觉很奇妙。我听埃隆说，陛下今天一共对你说了26次你死定了。弗洛拉有些尴尬的干笑2声，眼神飘向一侧。那是事实，但他最后也夸奖我有毅力了。能得到那个男人的称赞，简直是了不起的成就。威西连连点头。皇室浴场内水汽氤氲，塞西尔站在池边，轻声呼唤着：“陛下！”阿德尔靠在池壁上，任由温热的泉水浸没胸膛，神情透着一丝疲惫。塞西尔垂下眼帘，低声汇报着：“皇后的女仆刚才来过，说是要领一些药膏。恕我直言，您对她是不是太严厉了？让娇弱的皇后接受如此高强度的训练，对于一个从未拿过剑的人来说，未免有些过火了。不必担心。”阿德尔抬起手臂，任由晶莹的水珠顺着指尖滑落。我心里有数。他侧过头看向身旁的塞西尔，而且你太小看他了。塞西尔愣了一下，露出困惑的神情。阿德尔嘴角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。他远比看起来要坚强，不仅韧性十足，而且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谬。阿德尔拖着下巴，目光深远。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塞西利亚家族的精神。塞西尔猛地睁大眼睛，神情错愕。陛下竟然亲口提到了塞西利亚家族，难道他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个人的影子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必须确保他们2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才行。弗洛拉扶着冰冷的石柱，塞西尔说：“浴场就在这附近。”他穿着浅蓝色的长袍，在月色下缓缓前行。明天还要和阿德尔一起训练，我得赶紧洗去这身疲惫，做好准备才行。这里的雾气好大。弗洛拉停下脚步，注视着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水汽在空气中剧烈翻腾。他轻轻褪下长袍，露出圆润的肩头。弗洛拉赤着脚走向池边，脚尖试探着触碰水面，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波纹。一只宽大的手掌猛地从雾气中伸出，死死扣住弗洛拉纤细的手腕。弗洛拉脸颊泛起红晕，慌乱地向后退缩。非常抱歉，我不知道陛下正在沐浴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。塞西尔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真是的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试图转身离开。我这就走。所以一只手突然伸出，死死扣住弗洛拉的手腕。阿德尔伸出手臂，将弗洛拉一把拽入怀中。既然都来了，不如留下来陪我。弗洛拉发出一声惊呼，身体紧紧贴着阿德尔，他离得好近。弗洛拉屏住呼吸，视线不由自主的移动。既然已经看到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阿德尔的身体。
弗洛拉伸出手指尖，轻轻触碰男人的胸膛，竟然这么结实。阿德尔微微低头，你似乎对我的身体很感兴趣。弗洛拉猛地缩回手，脸上满是惊慌。啊，非常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盯着看的。阿德尔勾起嘴角，神情带着一丝玩味。你没必要克制，就当是今天辛苦训练的奖励。我允许你摸我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手掌被阿德尔按在胸口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因为看了太多浪漫漫画，所以产生了幻觉吗？阿德尔身上挂着水珠，看起来如此迷人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他似乎都会欣然接受。阿德尔凑近弗洛拉，鼻尖几乎相抵。弗洛拉仰起脸，注视着近在咫尺的轮廓。弗洛拉闭上双眼，脸颊泛起红晕。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轻触弗洛拉的肩膀，抚摸着那处红肿的伤痕。这是今天训练受的伤吗？弗洛拉侧过脸，避开对方的视线。不用担心，很快就会好转的。阿德尔低下头，嘴唇贴近弗洛拉的肩头，落下轻柔的一吻。弗洛拉微微张开嘴，阿德尔。阿德尔埋下头，发丝垂落在弗洛拉颈间，继续亲吻着受伤的皮肤。弗洛拉闭上双眼，感受着肩膀上传来的触感。为什么？阿德尔的手掌宽大而温暖，指尖在皮肤上缓缓游走，他的手竟然如此温柔。弗洛拉扬起头任由阿德尔亲吻颈侧，心脏狂跳不止，快要无法承受了。弗洛拉抬起手，指尖抵住阿德尔的下颌，试图拉开一点距离。阿德尔，弗洛拉轻声呢喃，请等一下。阿德尔停下动作，抬起头注视着弗洛拉。怎么了？弗洛拉眼神迷离，脸颊透着绯红，感觉好奇怪，我的身体感觉很奇怪，头晕目眩，双腿也软绵绵的。阿德尔愣在原地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弗洛拉满脸通红，你笑什么？阿德尔收敛笑意，你今天训练确实很辛苦，我本想向你表达谢意，但是……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穿过弗洛拉的长发，轻轻将其拢在掌心。现在，阿德尔低下头，将弗洛拉的发丝凑近唇边，眼神变得深沉。我改变主意了。弗洛拉屏住呼吸，呆呆地注视着对方。阿德尔手臂用力，将弗洛拉整个人横抱而起。我想我终于明白这种感觉是什么了。即便身体感到紧绷，甚至有些不知所措，心脏只想离阿德尔更近一点。我渴望那温暖的嘴唇的触碰，想要更多。弗洛拉身体一软，向前栽倒在阿德尔怀里。阿德尔露出惊讶的神情，伸手稳稳拖住他的后背。阿德尔神色变得局促，脸颊浮现一抹红晕。我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？华丽的床幔低垂，室内灯光昏暗。弗洛拉躺在柔软的枕头上，双眼紧闭，呼吸平稳地陷入沉睡。阿德尔伸出手为他向上拉了拉背角，一本厚重的书籍被静静塞在弗洛拉的枕边。阿德尔披上深色睡袍，注意到枕边的异物，这是什么？阿德尔坐在床边，翻开手中的书页，目光扫过上面的文字。难道他一直在用这本书学习怎么和我相处吗？阿德尔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呵，他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拂过弗洛拉的脸颊，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。阿德尔俯下身，在弗洛拉额头落下轻柔的一吻。晚安。弗洛拉陷在柔软的枕头里，嘴角带着浅浅的弧度，沉浸在安稳的梦乡中。1周后的茶室里，弗洛拉坐在华丽的扶手椅上，双手紧紧攥着信函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您是想让我来负责建国纪念日的筹备吗？您确定我是合适的人选？塞西尔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端起茶杯，轻抿一口。没有人比诺德维恩的皇后更适合这个角色了。当然，我们会为您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。简直不敢相信，塞西尔大人竟然如此信任我，我真的能处理好吗？不，我现在是阿德尔的妻子了。弗洛拉抬起头，眼神变得清澈而坚定。我必须履行作为皇后的职责。弗洛拉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大声回应着：“我会全力以赴的。”塞西尔放下茶杯，神情温和地注视着前方。陛下曾提到过，皇后殿下是个不服输的人，看来他没说错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脸颊微微泛红。阿德尔竟然是这么评价我的吗？塞西尔侧过脸，建国纪念日期间会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，您最好也尽早开始准备。弗洛拉露出惊讶的神情。舞会？塞西尔微微点头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。是的，我想宾客们一定都很期待能亲眼目睹陛下的舞姿。塞西尔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长袍。那么我先告辞了。弗洛拉目送着对方离开，请慢走。塞西尔戴着白色手套的手轻轻握住金属门把手，推门走出了房间。我是不是太信任他了？虽然自从他来到这里，他的痛苦确实减轻了不少，但是他真的值得这份信任吗？塞西尔转过身，继续向前方走去。如果他没有什么隐瞒的话。塞西尔站在窗边，伸手撩开厚重的红色窗帘，注视着楼下的庭院。一辆马车正停在那里。佩达尼亚的王妃为什么要如此隐秘？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亲生女儿送一封信？她或许会在建国纪念日的宴会上露出真面目。我必须调查清楚那封从公主那里截获的信件。塞西尔转过身，穿过空旷而华丽的长廊。我必须和陛下商量这件事。阿德尔坐在书房内，手中握着钢笔，猛地抬起头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弗洛拉局促地绞着手指，指尖抵在一起。如果不太麻烦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每天陪我练习。女仆握紧双拳，神情激昂地保证着：“我会努力，尽快学会舞步的。你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负担。”弗洛拉面色变得惨白，只要像往常一样举办宴会就好，因为我根本不会跳舞。阿德尔双臂环抱在胸前，很难相信一个国家的公主竟然不会跳舞。难道她又在试图诱惑我，模仿那本奇怪书里的内容？弗洛拉局促地站在桌边，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脸颊泛起红晕。阿德尔坐在对面，神情冷峻地注视着他。阿德尔侧过脸，语气平淡地开口：“好吧，
我们每天下午4点在皇后宫的后花园练习。弗洛拉猛地抬起头，双手握拳抵在胸前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真的吗？非常感谢你。皇后宫后花园内繁花盛开，阿德尔一手揽住弗洛拉的腰肢，另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，低头注视着怀中的人。弗洛拉仰起脸，神情紧张地回望着。不要慌张，跟着我的脚步就好。弗洛拉轻轻点头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阿德尔迈出脚步，皮靴踏在草地上，弗洛拉紧随其后，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舞步。弗洛拉脚下一滑，鞋尖重踩在阿德尔的脚背上，发出一声惊呼。弗洛拉猛地缩回脚，双手局促地搅在一起，额头渗出细汗。对不起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阿德尔稳住身形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花园的喷泉旁，两人再次相拥起舞。啊，我又踩到你了，没关系，对不起，又踩到了，没关系的，我放弃了，哈哈，别担心。阿德尔扶住额头，身体微微颤抖，他真的完全不会跳舞，看来是我之前想多了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请在舞会上和伊芙琳共舞吧。阿德尔停下动作，侧过脸注视着他。伊芙琳？为什么？阿德尔凑近他的脸庞，眉头微蹙。为什么你总要在这种时候提起伊芙琳的名字？弗洛拉鼓起双颊，眼神飘向一侧。那个，阿德尔抬起手，轻轻揉搓着额角。不要这样贬低你自己。我刚开始学跳舞的时候，在那段日子里也经常像这样犯错。年幼的阿德尔捂着脸大哭。我真是个笨蛋，哥哥只用1天就记住了舞步，已经过了3天，我还是学不会。一只手轻抚上阿德尔的头顶，温柔地抚摸着。没关系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学会为止。阿德尔从回忆中抽离，指尖抵住额头。所以你不需要这样道歉。既然答应了要教你跳舞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你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扬起脸注视着阿德尔，脸颊微微泛红。阿德尔伸手握住弗洛拉的手腕，仔细想来，或许是我的教学方法有问题。你之所以学不会这些动作，是因为你每次踩到我的脚时，都会被愧疚感包围。阿德尔揽住弗洛拉的腰肢，将她向怀中拉近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试着踩在我的脚背上。弗洛拉露出迟疑的神色，但是阿德尔双臂用力，猛地将弗洛拉整个人向上托起。不要思考，直接用你的双脚去感受我的步伐。弗洛拉的鞋尖稳稳落在阿德尔的皮靴上，随着他的动作起伏，感受着脚下传来的力度。弗洛拉靠在阿德尔胸前，听着沉稳的心跳声，神情逐渐变得安定，顺从地跟随对方在花园中旋转起舞。阿德尔揽住弗洛拉的腰肢，在繁花簇拥下旋转。弗洛拉的双脚踩在阿德尔的靴面上，随着旋律轻盈起舞。2个小时后，阿德尔松开手，微微欠身行礼。弗洛拉提起裙摆，优雅地回以一礼。我做到了。弗洛拉双手交叠在胸前，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。虽然只是一首简单的曲子，但这是第一次完整跳完。阿德尔双臂环抱在胸前，嘴角微微上扬。理所当然，我的教学水平可是顶级的。阿德尔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弗洛拉猛地扑向前，紧紧环抱住阿德尔的腰。阿德尔愣在原地，脸颊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。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弗洛拉松开双手，扬起脸注视着阿德尔。这一次也会有奖励吗？因为之前我练习骑马和剑术的时候，你都给了我奖励。阿德尔猛地睁大双眼，注视着眼前羞涩的少女。阿德尔伸出手，紧紧握住弗洛拉的手腕。既然如此，这一次的奖励就由你来决定吧。弗洛拉猛地睁大双眼，由我来决定。阿德尔握住弗洛拉的手，将其贴在自己的脸颊上，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。没错，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，或者你也可以决定想对我做什么。弗洛拉双手交叠在胸前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选择后者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你真的都不会生气吗？阿德尔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侧过头发，出一声轻哼。难道在你的印象中，我是个脾气那么差的人吗？弗洛拉低下头。那么，弗洛拉猛地抬起头，指着前方的台阶，大声命令：阿德尔坐下。阿德尔猛地睁大双眼，额角渗出一滴冷汗。弗洛拉局促地绞着手指：快点坐下！你刚才明明说过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没关系的。阿德尔低下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迟疑：你是说要我直接坐在地上吗？弗洛拉伸出手，轻轻拍了拍阿德尔的肩膀：你站着的时候实在太高了，那样的话我就没法做那件事了。阿德尔身体微微一颤：那件事可能会有一点点疼，请你稍微忍耐一下。阿德尔顺从地坐在台阶上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脊背紧绷。他到底打算做什么？难道是要攻击我吗？弗洛拉站在阿德尔身后，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指尖用力按压着。感觉舒服吗？阿德尔挺直脊背，感受着肩头传来的力度，神情有些错愕。谢谢你一直陪我练习，只能用这种简单的按摩来报答你。我感到很抱歉，以前在佩达尼亚的时候，我经常给巴特夫人按摩，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阿德尔垂下眼帘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不，应该是我向你道谢才对。弗洛拉愣在原地。阿德尔猛地转过身，伸手紧紧扣住弗洛拉的手腕，将她拉向自己。你的香气是我缓解头痛的唯一良药。书房内，一封火漆密封的信件静置在圆桌上。塞西尔站在桌边，你想看看里面的内容吗？或许里面有佩达尼亚王国给弗洛拉公主的指示。阿德尔坐在高背椅上，指尖有节奏地敲击着扶手。塞西尔，你听说过潘多拉盒子的传说吗？这封信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。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夹住信封边缘，将其缓缓拿起。一旦打开它，我和皇后之间发生的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。我最初同意这场婚约的唯一理由，就是为了将佩达尼亚彻底掌控在手中。阿德尔
靠在椅背上，单手托住下颌，与其去窥探一个一无所知的可怜女人，我想看看她会为自己做出怎样的选择。我会观察她最真实的反应。阿德尔侧过脸，目光深邃而危险。你不觉得那样会更有趣吗？况且我还需要她的香气。难道是我过度忧虑了吗？并不是陛下爱上了皇后，难道至今为止的一切都仅仅只是算计吗？塞西尔低下头，恭敬的行礼。明白了，我会将这封信原封不动的转交给皇后陛下。昏暗的地牢长廊深处回荡着凄厉的哀求声。塞西尔大人，请原谅我。女仆被关在铁栏后，双手紧紧交握在胸前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我只是收了钱，要把一封信交给皇后陛下。我不知道寄信人是谁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背叛国家。塞西尔站在牢房外，手中拿着那封信笺，神情冷峻地注视着他。既然如此，就按照指示去做。女仆愣在原地，微微张开嘴。哎，把这封信交给皇后陛下。塞西尔隔着铁栅栏递出一封火漆密封的信笺，小心别让他起疑。女仆伸出颤抖的双手法，接过那封信，轻声回应：是。阳光洒满皇宫花园，弗洛拉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，裙摆掠过芬芳的玫瑰。薇希跟在身后，关切地提议：陛下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？我去拿些甜点过来。弗洛拉顺势坐在长椅上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那我想吃托塔做的兔子果冻。薇希轻快地答应着，转身跑向远方。明白了。阿德尔这几天一直很忙，好像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。我要趁这段时间练好舞蹈，到时候吓他一跳。弗洛拉托着腮，陷入了美好的幻想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打扰了皇后陛下。弗洛拉停下动作，转过头看向来人，一名从未见过的女仆站在不远处，低着头，双手递出一封信笺。那个，我是来送信的。弗洛拉疑惑地打量着对方，是个没见过的面孔。他是趁着薇希不在的时候过来的吗？他接过信封，指尖触碰到那枚熟悉的火漆印章。这是……弗洛拉猛地睁大双眼，瞳孔因震惊而颤抖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怎么会是这个印记？这是来自米拉女王的信。弗洛拉颤抖着指尖拆开那封沉重的信笺。致我可爱的女儿弗洛拉，听到你最近的消息，我感到很欣慰。看来你过得很好，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但在那里的生活一定很不容易吧？请为了我再忍耐一段时间。弗洛拉低头注视着信纸，面色愈发凝重。顺便一提，你那残忍无情的丈夫正试图夺取我们佩达尼亚的领土维勒蓬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阻止他吗？维勒蓬那里原本就是诺德维恩的领土，但那不是重点。他闭上双眼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无论阿德尔打算做什么，我无法阻止他。弗洛拉低头看着手中的信笺，眉头紧锁。这下麻烦了，而且米拉女王似乎误解了阿德尔。弗洛拉用力攥紧信纸，指尖在纸面上留下褶皱。残忍无情。阿德尔温柔微笑的模样浮现，明明他是那么善良的人。弗洛拉垂下头，紧紧抓着胸口的衣襟。我该怎么办？两国联姻的初衷是为了建立和平的关系。夜色渐深，弗洛拉坐在书桌前，提笔在纸上飞速书写。弗洛拉读着写好的回信，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意，希望米拉女王能感到安心。这件事我不会告诉阿德尔。夜色深沉，窗外风声呼啸，吹动着厚重的窗帘。薇希悄悄走进空无一人的书房，环顾四周，视线落在书桌上。他停下脚步，目光锁定在桌面的信纸上。他快速扫视着信上的内容，瞳孔骤然收缩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不会吧？他转头看向熟睡中的弗洛拉，真没想到陛下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次日清晨，薇希站在弗洛拉身后，细心地为她梳理长发。陛下，您已经好几天没见到皇帝陛下了吧？您不是有很多话想要亲口对皇帝陛下说吗？弗洛拉微微侧过脸，脸颊泛起一抹红晕，也不是特别想。薇希猛地凑近，瞪大眼睛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哎，是真的吗？”弗洛拉沉默不语，眼神有些飘忽。薇希露出一抹坏笑：“既然如此，那这个又是什么？”他从怀里掏出那封信笺。弗洛拉惊得站起身：“你从哪儿拿到那个的？”薇希轻巧地躲开，笑嘻嘻地解释：“我整理书桌的时候看到的。”他将信纸贴在脸颊边，一脸陶醉的感叹：“竟然偷偷写情书，陛下真是太纯情了。我不小心看了一眼，简直就像在读浪漫小说一样。”弗洛拉急得满脸通红，拼命挥动双手想要解释：“那不是情书，那是给米拉女王的回信，你完全误会了。”弗洛拉紧紧怀抱着信笺，低下头，声音细若蚊呐，只是回想起和阿德尔相处的时光，还有他教给我的那些事，不知不觉就写了这么多。薇希凑近他的耳畔，语气调皮地重复着：“回想起。”弗洛拉整个人缩进衣领里，头顶仿佛冒出了蒸汽，脸颊滚烫。真的只是不小心写长了。薇希双手捧着脸颊，发出一声感叹：“啊，真是太珍贵了。”他竖起食指，认真的建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些心意诚实的传达给皇帝陛下呢？”弗洛拉愣住了。传达我的心意？薇希用力点了点头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神情变得有些落寞。但是记忆的闸门缓缓开启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佩达尼亚王宫，宏伟的宫殿回廊里回荡着孩童们的欢笑声。年幼的弗洛拉躲在石柱后，探出半个脑袋，怯生生地注视着远处的同龄人。他鼓起勇气走上前，声音颤抖着打招呼：“初次见面，你们好。”几个男孩停下动作，转过头看向这个不速之客。弗洛拉绞着手指，满怀期待地询问：“你们能带弗洛拉一起玩吗？”那些孩子转过头，目光冰冷而疏离，没有一个人开口回应。弗洛拉站在空旷的长廊中央，显得格外瘦小。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散去，嬉笑声渐行渐远，只留下他独自站在原地。贝特夫人，对不起，
我不喜欢生菜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换成别的菜？他在弗洛拉耳边大声呵斥：“你在干什么？快点给我吃掉！难道还要我像喂小婴儿一样喂到你嘴里吗？”弗洛拉垂下眼帘，任由长发遮住侧脸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无论说什么都没有人会听的。弗洛拉回过神来，看着眼前的威西，轻轻摇了摇头。我想还是算了吧。阿德尔平时公务那么繁忙，肯定没时间听我讲这些无聊的小事。他一把抓住弗洛拉的手腕，哪里无聊了？这可是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珍贵回忆啊！而且，陛下，您不是也想更了解皇帝陛下吗？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彻底打开皇帝陛下的心扉吧。弗洛拉陷入了沉默，不知为何，听威西这么一说，总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如果是阿德尔的话，或许真的会愿意听我说话。弗洛拉脸上浮现出一抹温柔的笑意，眼神逐渐变得坚定。那么，我就试着去和他谈谈吧。但我该怎么做才好？威西拖着下巴陷入沉思。恋爱指南上说，为了加深夫妻间的感情，大声朗读写给对方的情书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弗洛拉惊得瞪大双眼，哎，你是说要在阿德尔面前把这封信的内容全部读出来？威西用力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没错。弗洛拉趴在桌边，指尖局促地抓挠着桌面，那也太让人难为情了。万一我太紧张，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办？威西双手合十，兴致勃勃地提议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先找个人练习一下吧。”弗洛拉愣在原地。哎，皇宫走廊内，皮鞋踏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塞西尔快步穿行在回廊间，眉头微蹙，动作竟然这么快。他停下脚步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冷峻。那么，他今天又打算从我这里套取什么情报？塞西尔猛地睁大双眼，身体僵在原地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十！”你说什么？弗洛拉站在他面前，双手紧紧抓着胸口的衣襟，脸颊泛起红晕。那个，我知道这会给您添很大麻烦，但是公主很担心在陛下表达时会说错话。威西站在一旁，双手合十，满怀期待地看向塞西尔。所以，我想请塞西尔大人作为练习对象，今天能听听公主的练习，并给点建议吗？塞西尔扶住额头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。这还真是出乎意料，但为什么偏偏选我当练习对象？弗洛拉抬起头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那是因为塞西尔大人非常了解阿德尔，而且您是我可以信任的人。塞西尔愣在原地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脸颊竟不自觉地染上绯红。他猛地转过脸，避开弗洛拉的视线。那是因为您太善良了。弗洛拉见状有些慌乱，急忙摆动双手解释：“当然，如果您不愿意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强迫您的。”塞西尔垂下眼帘，低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不，我会做的。”弗洛拉愣住了。哎，塞西尔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轻轻拉起弗洛拉的手：“从现在开始，请把我当成皇帝陛下吧。”原本以为这位敌国公主会露出马脚，但她却立刻开始真诚的交谈。塞西尔凝视着前方，在那双直视着自己的眼睛里，毫无疑问倒映着陛下的身影。胸口这种剧烈的跳动感究竟是什么？塞西尔低头注视着弗洛拉，我觉得这很棒，陛下也一定会感动的。弗洛拉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那是真的吗？威西在一旁欢快地笑着，我刚才感动的差点都要哭了。弗洛拉，你总是说这种话。威西侧过脸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因为这就是事实啊。塞西尔沉默地注视着他们。圆月高悬在夜空，信件已经送到皇后手里了吧？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吗？塞西尔站在书架前，抬手抚住胸口。我今天下午去皇后宫中调查过了，但是皇后陛下她似乎在为陛下准备惊喜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举动。塞西尔垂下眼帘，掩盖住眼底的情绪。我想这次我会帮他一把的。阿德尔靠在软榻上，神色冷峻地重复着：“惊喜？是的，他准备得非常认真。”阿德尔陷入了沉默，指尖抵住下唇，眼神中透出思索。他伸手抓起深色外套，动作利落地披在肩上。那么我们要去看看吗？一行人穿过华丽的走廊，皮靴踩在木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威西提着裙摆在走廊上快步奔跑，脚步声急促而凌乱。阿德尔正稳步前行，突然感觉到一个身影冲了过来，威西一头撞进他的怀里，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发出一声惊呼。威西急忙停下脚步，低下头连声道歉：“陛下，非常抱歉。”阿德尔停在原地，环视着空荡的四周。皇后不在这里吗？皇后陛下在花园里，正在赏月。阿德尔侧过脸，赏月。夜色笼罩着宫廷花园，圆月悬挂在树梢之上，散发着柔和的光晕。弗洛拉独自坐在凉亭中，背影显得有些单薄，白色的纱帘随风轻轻飘动。阿德尔迈步走下台阶，皮靴踩在石子路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弗洛拉听到动静，转过头，浅金色的长发在月光下起舞。你来找我了。阿德尔凝视着眼前的景象，心跳猛然漏了一拍，呼吸在瞬间变得凝滞。他迈步走近，低声回应着：“阿德尔抬手抵住下巴，环顾着四周的布置。这就是塞西尔说的那个惊喜吗？弗洛拉垂下眼帘，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弗洛拉紧紧攥住裙摆，指尖在布料上留下褶皱。其实我有话想直接对你说。弗洛拉仰起头，注视着身前的男人。你有时间吗？阿德尔侧过脸，神情冷峻而专注。你说吧。弗洛拉局促地绞着手指，低声呢喃着。那个，我又重新数了一遍，距离我们举行婚礼已经过去2个月了。其实，在婚礼之前，我听说诺德维恩的皇帝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暴君，周围充斥着窃窃私语。这只是一场给佩达尼亚看的表演。没错，他最多1周就会被赶出去。从我的立场来看，我曾经非常希望能被他讨厌，
想要得到陛下的喜爱，对我来说实在太奢侈了。所以，我当时在想的是……弗洛拉紧紧闭上双眼，睫毛微微颤动。我不想被赶出去，哪怕只是多活一天也好。这就是我全部的想法。阿德尔沉默地伫立在月色下，注视着眼前的少女，一言不发。弗洛拉抬手轻触脸颊，想起新婚之夜的荒唐举动，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晕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会在新婚之夜做出那种大胆的事。我以为那天晚上我死定了，但你并没有伤害我，反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直到现在。所以，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，关于你是暴君的传闻，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阿德尔愣在原地，神情中透出一丝错愕。弗洛拉眼眶微红，泪水在眼角闪烁，嘴角却带着温柔的笑意。阿德尔，真正的你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。我喜欢像你这样的人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大声喊出了心底的告白。阿德尔彻底愣在原地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阿德尔，我想更加深入的了解你，然后成为你真正的妻子。这个女人。阿德尔沉默地伫立着，任由弗洛拉从身后紧紧抱住他的手臂。他一定已经读过那封信了，本以为他至少会表现出一些可疑的举动。阿德尔紧抿着双唇，指尖抵住下颌，心跳声在耳边剧烈轰鸣。然而，为什么他会说出那样的话？他低头注视着两人交叠的手。我真的可以就这样相信他的话吗？阿德尔发出一声低沉的沉吟。接近你的人总是有目的的，不要忘记佩达尼亚人狡诈贪婪的本性。那些传闻并不完全是假的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。阴冷的低语在脑海中炸裂。阿德尔猛地睁大双眼，瞳孔因极度的痛苦而剧烈收缩。他痛苦地按住额头，身体失去平衡向后踉跄。弗洛拉惊慌地伸出手扶住他的肩膀。阿德尔，你怎么了？阿德尔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扣住弗洛拉纤细的手腕。我明白了。他抬起头，眼神中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冷冽，仿佛要将眼前的少女看穿。弗洛拉愣在原地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：“哎，你用那样的笑容诱惑我，用你的香气让我沉醉，等我无法离开你的时候，你就要随心所欲地操纵我的身体和心。原来那封信里写的是这些。原来如此。”他猛地加重手上的力道。弗洛拉疼得皱起眉头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呢喃：“阿德尔，好痛！”阿德尔猛然惊醒，松开了紧握的手掌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。“啊，抱歉。”他垂下眼帘，神情重新变得幽暗莫测，嘴角却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。他俯下身，凑近弗洛拉的耳畔：“刚才你说了喜欢我，对吧？”弗洛拉脸颊泛着羞涩的红晕，轻声回应着：“是的。”还说想成为我真正的妻子。“是的，谢谢你，我很感动。”阿德尔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陪你玩玩吧，假装被你欺骗。”阿德尔执起弗洛拉的手，指尖轻触她的手背，低头在白皙的皮肤上落下一吻。“其实从婚礼上第一次见到你开始，我就被你吸引了。”弗洛拉惊讶地睁大双眼，注视着眼前神情专注的男人。“真的吗？我以为那时候你很讨厌我。”阿德尔凝视着他的双眼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危险的暗芒。这场婚姻已经没有必要再克制了。他猛地伸出手，扣住弗洛拉的腰际，将她整个人带向自己。他低头吻向那双颤动的唇。弗洛拉惊愕地睁大双眼，双手无力地抵在他的胸前。“我会继续扮演下去，扮演一个为佩达尼亚公主神魂颠倒的皇帝。”薇西站在远处的树丛后，猛地捂住嘴巴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：“呀！”塞西尔抬起手，注视着掌心洁白的手套。他低垂着眼帘，指尖微微蜷缩，脑海中浮现出弗洛拉灿烂的笑颜。阿德尔捧起弗洛拉的脸庞，指尖摩挲着她的脸颊。“如果不是还有工作，真想就这样一直吻下去。”弗洛拉羞涩地低下头，双手抵在阿德尔的胸膛。“不，请快回去工作吧。”阿德尔发出一声轻笑，将他搂入怀中。“那等会儿能给我带点甜食吗？”弗洛拉抬起头，注视着他。“送到你的办公室吗？”阿德尔微微点头，眼神温柔地凝视着他。“明白了。”弗洛拉嘴角泛起笑意，轻声回应着：“我会等你的。”阿德尔再次将她拥紧，低头在她额头落下一吻。“只要是你带来的我都喜欢。”阿德尔低声呢喃，“味道一定会特别好。”弗洛拉微微扬起脸，双颊泛起红晕。他说话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顺溜？弗洛拉慌乱地挣脱怀抱，双手交叠在胸前。“我这就去准备。”阿德尔站在原地，注视着弗洛拉提着裙摆跑远，消失在花丛尽头。阿德尔收敛了笑意，眼神变得深沉冷峻，静静伫立在风中。弗洛拉换上一袭蓝色长裙，手里提着精致的篮子，独自走在空旷的长廊。因为太突然了，只来得及准备一些简单的饼干。“弗洛拉小姐。”弗洛拉停下脚步，侧过头看向声音来源。“玉然。”弗洛拉挽着篮子，露出礼貌的微笑，向来人打招呼：“伊芙琳小姐。”伊芙琳端着托盘走近，托盘上整齐摆放着草莓蛋糕，嘴角带着优雅的弧度。“真巧，竟然在这里遇见你。你也是要去阿德尔的办公室吗？”弗洛拉低头看向自己的篮子，轻声回应着：“是的，我想给陛下送点饼干。”伊芙琳垂下眼帘：“哎呀，我带了自己烤的蛋糕。”伊芙琳微微歪过头，语气透着一丝微妙：“不过饼干啊，阿德尔没告诉你吗？”弗洛拉愣在原地，神情变得有些局促。告诉我什么？”伊芙琳注视着篮子里的饼干。阿德尔小时候被饼干噎到过，那次留下了心理阴影。弗洛拉咬住指尖，眼神中充满了动摇。“什么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早知道应该先问问他讨厌什么的。”伊芙琳走上前，轻声安慰着弗洛拉：“别担心，他吃我的蛋糕就好了。”弗洛拉垂下头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“是吗？”伊芙琳注视着前方，眼神中透出一抹自信。“毕竟我是他的青梅竹马，自然比你
更了解阿德尔。下次你想给他考点什么的时候，尽管来问我。弗洛拉有些意外地睁大眼睛，真的吗？我可以吗？伊芙琳侧过脸，神情显得从容大方。当然了。弗洛拉垂下眼帘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感激的红晕。谢谢你，这真的让我安心多了。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回荡，弗洛拉注视着前方，思绪渐渐飘远。从小就和阿德尔在一起，伊芙琳小姐一定有很多关于他的美好回忆。不，也许从更早的时候开始，他就已经了解关于他的一切了。弗洛拉低头看着手中的篮子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相比之下，我才刚刚开始了解他，我也想变得像伊芙琳小姐那样。弗洛拉注视着前方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向往。但是我真的能赶上他吗？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比。向皇后、陛下和伊芙琳小姐致敬。埃隆站在华丽的大门前，微微躬身行礼。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两位同行，我这就去向陛下禀报。伊芙琳发出一阵轻笑，抬手理了理鬓角的发丝。你忘了吗？我来的时候不需要向阿德尔预约。但是埃隆面露难色，请不要担心我，让伊芙琳小姐先进去吧。弗洛拉微笑着摆了摆手，真的很抱歉。但是埃隆闭上双眼，神情显得十分沉重。陛下下令，今天除了皇后陛下，任何人都不准入内。你说什么？连我也不能进去吗？伊芙琳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埃隆。是的，伊芙琳紧紧咬住下唇，指尖因用力而微微颤抖。我明白了，反正阿德尔最近一直很忙。伊芙琳重新换上完美的微笑。那我下次再来。请等一下，弗洛拉急忙出声阻拦。关于那个蛋糕，需要我帮你带给陛下吗？伊芙琳猛地睁大眼睛，瞳孔微微颤动。怎么？你是在炫耀只有你能进去吗？伊芙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眼神中透出毫不掩饰的敌意。不，完全不是那样的。弗洛拉慌乱地摆着手，我只是觉得你辛苦烤了蛋糕，如果陛下吃不到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不必了，我会自己处理。区区一个人质，竟然敢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我。伊芙琳紧咬牙，关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听说你是和伊芙琳一起过来的？阿德尔坐在办公桌后，单手托着下巴，注视着走进房间的弗洛拉。是的。弗洛拉双手紧紧攥着篮筐，低垂着眼帘站在宽敞的办公室中央。他对你说什么过分的话了吗？你的香气变得很淡。不是那样的。弗洛拉猛地抬起头，急切地想要辩解。阿德尔站起身，缓步走向他。那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消沉？弗洛拉支支吾吾地回应着。见到我没让你心情好点吗？阿德尔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托起他的下巴，迫使他与自己对视。弗洛拉发出一声惊呼，身体微微一颤。当你露出悲伤的表情，不知为何，我的心情也会跟着变糟。弗洛拉睁大眼睛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真的吗？所以我想多看看你那可爱的笑容。阿德尔捧起弗洛拉的脸庞，嘴角挂着温柔的笑意。弗洛拉感受着掌心的温度，缓缓闭上双眼，脸颊泛起一阵绯红。果然，只要说些甜言蜜语，香气就会再次变得浓郁。总之，我快饿扁了。你带了什么甜点吗？等一下，请不要吃那个。阿德尔从篮子里捏起一块饼干。对不起，直到刚才听伊芙琳小姐说起，我才知道你讨厌饼干。弗洛拉低着头，尴尬地绞着手指。听说你小时候被饼干噎到过，对吧？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阿德尔面无表情地张开嘴，将整块饼干塞进嘴里。现在的我怎么可能还会被这种小东西噎住？阿德尔突然瞪大眼睛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双手死死捂住脖子，发出痛苦的呜咽声。咳。弗洛拉吓得脸色发白，急忙冲到他身边，用力拍打着他的后背。你没事吧？水，快拿水来。当得知这些饼干是皇后亲手烘焙的，阿德尔强忍着不适，一边被噎得连连咳嗽，一边疯狂灌下了18杯水，直到将篮子彻底清空。弗洛拉坐在华丽的沙发上，低头看着枕在自己膝头的阿德尔。阿德尔，你这个固执的孩子。弗洛拉嘴角带着无奈的笑意，眼神中满是温柔。30分钟前，你真的没问题吗？一次吃这么多味会不舒服的。阿德尔双手捂住脸，深深地埋进掌心里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。我在远征的时候，偶尔连一整头羊都能吃下去，区区几块饼干根本不算什么。阿德尔放下手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倔强。可是弗洛拉依然面露担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困了，借你的膝盖用一下。阿德尔侧过身，顺势躺倒在弗洛拉的腿上，闭上双眼，发出一声满足的长叹。这样真的能睡着吗？弗洛拉低头注视着膝上的阿德尔，他已经睡着了。真不敢相信，我们已经亲近到这种程度了。弗洛拉嘴角泛起温柔的笑意。阿德尔竟然就这样睡在我的膝盖上。弗洛拉伸出手，指尖轻抚过他的鬓角，感受着那细微的触感。奇怪，他只是睡在我的膝盖上而已，为什么我的心跳会这么快？不行，我得冷静下来。弗洛拉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着紊乱的呼吸。弗洛拉疑惑地歪过头，这是什么？弗洛拉伸出手，指尖触碰到厚重的皮革封面，从沙发的缝隙里抽出一本沉甸甸的书。弗洛拉翻开书页，纸张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这是掉在沙发缝里的吗？弗洛拉注视着书页上的文字，瞳孔骤然收缩。这是阿德尔。弗洛拉紧紧攥着书角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。书页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战略部署。他难道真的打算要和佩达尼亚开战吗？弗洛拉咬着指尖，眉头紧锁。我该怎么办？要把这件事告诉米拉女王吗？阿德尔闭着双眼，发出一声模糊的低吟。弗洛拉猛地缩起肩膀，糟了！他屏住呼吸，注视着伏在膝头的阿德尔，紧张地吞咽着。太好了，他没醒过来。
他垂下眼帘，目光凝滞。如果那本笔记本上写的是真的，阿德尔到底是怎么想我的？也许真的有办法避免这场战争，我会再仔细考虑一下。格拉斯克公爵府邸灯火通明，伊芙琳愤怒的声音回荡在走廊。听我说，父亲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那个女人，她把我当成傻瓜一样耍。公爵按住额头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。伊芙琳，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，要冷静下来思考，不要让情绪控制了你的头脑。伊芙琳猛地转过身，双手紧握，大声反驳着：“你叫我怎么冷静？因为那个女人阿德尔现在甚至都不再关注我了。”公爵看着女儿暴躁的样子，无奈地垂下肩膀。这火爆脾气到底是从哪学来的？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，递到女儿面前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读读这个？我拿到了皇后秘密寄给佩达尼亚王国的信。伊芙琳神色变得凝重。如果这里面包含任何关于诺德维恩的机密信息，公爵眼神阴冷，压低了声音。你觉得陛下会怎么处置他？伊芙琳指尖轻点着信封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那还用说吗？作为叛徒，他会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。公爵露出阴冷的笑意。没错，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。两人同时陷入了沉默，目光死死锁在信件上。伊芙琳脸上的笑意逐渐凝固，眉头紧紧锁起。这真的是那封信吗？公爵也瞪大了双眼，额角渗出冷汗，一言不发。公爵尴尬的咳嗽一声，唉，我发现陛下还有令人意外的一面。伊芙琳双手颤抖着抓紧信纸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她低下头，阴影笼罩了面庞，咬牙切齿的低吼着：“为什么阿德尔要为那个女人做到这种地步？”伊芙琳双手发力，猛地将信纸撕成碎片，纸屑在空中四散飞舞。公爵惊恐地瞪大双眼：“喂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光是撕掉这封信还不够，他快步走向墙边，伸手握住挂在墙上的佩剑，用力将其拔出，剑刃发出清脆的鸣响。我要杀了他！公爵急忙冲上前去，死死按住伊芙琳握剑的手。冷静点，你不能就这样拿着剑去袭击皇后。我从10岁起就认识阿德尔了。他猛地转过身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大声控诉着。可他从来没送过我鞋子，也从来没教过我，无论是骑马、剑术还是跳舞，我们甚至从未一起沐浴过。伊芙琳抬起手背，用力擦拭着眼角的泪水，还有那片花田。无论我哀求多少次，他都从未带我去过那里，但他却主动带那个女人去了。伊芙琳松开五指，长剑脱手坠落，重重地砸在木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。阿德尔，他无力地瘫坐在地，裙摆在地面散开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？你说过会代替阿拉里克珍惜我的，难道你要违背那个诺言吗？他将脸深深埋进双臂之间，肩膀剧烈地起伏着，发出压抑的哭声。为什么要宠溺另一个女人？公爵走上前去，俯身靠近痛哭的女儿伊芙琳。他只是无法接受皇后的位置被夺走的事实，因为伊芙琳一直比任何人都要骄傲。如果阿拉里克皇太子还活着，他毫无疑问会成为皇太子妃。然而，他真正爱的人一直都是阿德尔吗？公爵垂下眼帘，神色变得复杂。为什么我没有早点意识到这一点？他抬起手，用力捂住自己的脸庞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但现在还不算太晚，只要我们能除掉皇后。公爵的手指缓缓下滑，露出一双充满阴霾的眼睛。公爵单膝跪地，双手扶住伊芙琳的肩膀。别再哭了，你还记得在你生日那天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伊芙琳抬起头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在那时我承诺过，只会给你最好的东西。公爵注视着女儿的眼睛，嘴角挂着慈祥却深沉的笑意。如果你真的爱阿德尔，真的想成为皇后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你的愿望成真。伊芙琳止住了哭泣，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光芒。父亲，他猛地扑进公爵怀里，双臂紧紧环绕着父亲的脖颈。谢谢您。阿德尔大步走在皇宫的长廊上，贵族们突然都请求觐见。埃隆紧跟在侧微微躬身汇报着。是的，看来他们想谈谈关于皇后陛下的事。阿德尔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看来我散布的谣言终于让他们坐立不安了。一切正如我们所料。你猜猜看，那些愚蠢的贵族为了让我废除皇后，会编造出什么样的谎言？埃隆额角渗出一滴冷汗，神色有些局促。也许会说皇后陛下与佩达尼亚勾结。阿德尔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你就不能想出点更有新意的吗？你的思维简直和那些贵族一样僵化。埃隆无奈地垂下头。陛下，这已经是我这颗可怜的脑袋能想到的极限了。沉重的宫廷大门被卫兵缓缓推开，发出低沉的摩擦声。阿德尔迈开长腿，大步走进议事大厅。大厅内的贵族们纷纷躬身行礼，动作整齐，画一向皇帝陛下致敬，愿帝国的荣耀与陛下同在。阿德尔目不斜视，径直穿过人群。阿德尔坐上王座，身体后靠姿态随意的抬起手，平身。听说这次是格拉斯克公爵召集了各位。阿德尔抬起指尖，轻轻揉按着眉心。你有什么要汇报的吗？格拉斯克公爵向前迈出一步。是的，这关乎皇后陛下。昨天我偶然得到了一封信。格拉斯克公爵猛地举起信件。陛下，这是皇后陛下向佩达尼亚王国泄露机密的证据。大厅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，贵族们交头接耳，神色惊恐。什么？泄露机密？难道皇后陛下是间谍吗？阿德尔稳坐在王座之上，俯视着下方嘈杂的人群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阿德尔侧过脸，指尖抵住下颚，目光冰冷地注视着下方。你凭什么断定那封信是皇后写的？格拉斯克公爵双手呈上信封，只要您亲自过目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皇后陛下顶着那样一张善良的面孔，私下却与敌人勾结，显然不值得信任。
阿德尔靠在王座上，抬起2根手指，轻轻一挥：“埃隆，把它拿过来。”埃隆低头领命，快步走下台阶。佩达尼亚人果然不可信，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想要和平，竟然送来一位公主当间谍，真是厚颜无耻。阿德尔接过信封，既然你敢说的这么果断，想必已经看过信里的内容了。起初我也不敢相信这是勾结的证据，但在读完之后，我便立刻赶来向您汇报。阿德尔垂下眼帘，双手捏住信封边缘，用力将其拆开。仅凭一封信就判定皇后是叛徒，未免有些操之过急，所以我们应该传唤皇后本人，当面审问她。